毒爆发的第7天，我坐上了方舟号特快，头等舱只有12个座位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车票价是黄金500克，对我来说不过是父亲遗产的零头。透过单向玻璃，我能看见后面车厢的情景。商务箱的人挤在过道里，经济箱的地板上躺着呻吟的伤员，而最末尾的货运箱，据说已经有人开始吃尸体了。乘务长恭敬地问我晚餐要菲力牛排还是龙虾。我选了牛排，5分熟，配2015年的波尔多。餐后甜点时，列车突然急刹，列车即将紧急停车，乘客请前方铁轨发现障碍物，需要派人清理，后方可通行。广播说前方铁轨被尸体堵塞，需要派人清理。车长决定抽签，每节车厢出2个人。我抿了口红酒，看着窗外那些被选中者绝望的脸，真好笑。第3节车厢2人，真好笑，都已经世界末日了，居然还要遵守什么公平的抽签制度。不过我不担心，因为我知道头等箱的乘客永远不用参加这种游戏。父亲买票时签的协议里写得很清楚，头等箱乘客享有无条件豁免权，不参与任何危险作业，这就是阶层。小姐，外面有人在咬人。什么？我们得马上离开，跟我走。那些人是？别看了。病毒被官方称为高致死性狂犬病变异株，民间叫它丧尸病毒。爆发是在一个周二下午，我当时正在苏富比拍卖行竞拍一副莫奈的睡莲。父亲的遗产刚清算完，我成了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女富豪之一。然后我助理冲进来，脸色惨白，透过玻璃幕墙看到街景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扑倒了一个女人，埋头在她脖颈处撕咬，血喷出3米远，人群尖叫奔逃。我放下竞拍牌，对助理说：“联系布莱克，启动方舟计划。”布莱克是我父亲生前的安全主管，现在是遗产执行人之一。父亲死于3个月前，肝癌晚期，死前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婉婉，这世界要乱了，我给你留了条生路。”所谓生路就是方舟号的车票。这列火车是父亲投资的秘密项目之一，一条横贯大陆的地下铁路，连接7个国家及避难所。列车采用核动力混合驱动，理论上可以运行50年不停。车上储备了足够300人生存1年的物资，当然分配是不平等的。头等舱12个座位，每个2000万美金；商务舱48个座位，每个500万；经济舱200个座位，每个100万；货运舱不卖票，只带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医生，还有他们的家属。我的票是父亲用命换来的，字面意思，确诊肝癌后，他自愿参加了一个军方实验性治疗，作为交换，军方给了他2张方舟号的车票，另一张给你未来的丈夫。他临死前说：“但记住，末世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男人。”我没有丈夫，也不打算有，所以我用另一张票换了一个额外条件。头等箱里，我的包厢独占2间套房，且拥有最高权限通行卡。病毒爆发后第7天，布莱克开着装甲车来接我，街上已经如同地狱，火焰、尸体、游荡的感染者。军队在主要路口设立防线，用机枪扫射任何靠近的人，无论是否感染。平民死亡率已经超过40%。我们冲过3个检查站，终于抵达地下车站入口。那是一座废弃地铁站的改造工程，入口伪装成市政维修处，站台上已经挤满了人，持枪士兵维持秩序，挨个检查车票和身份。我走 VIP 通道，布莱克送到闸口，递给我一个手提箱。我有其他任务，您父亲对我有恩，这是我报恩的方式。再见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笑。刷了通行卡，闸门打开，走进车厢的瞬间，我听到了身后的哭喊。闸门关闭，隔绝了那些声音。列车缓缓启动，末世开始了。我的包厢在列车最前端，1号 A 厢20平米的空间，有独立的卧室、卫生间、小客厅，墙壁是隔音材料，地上铺着羊毛地毯，家具是胡桃木定制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酒柜，里面是我父亲珍藏的红酒。唯一的窗户是单向防弹玻璃，可以看到外面飞驰的隧道墙壁。但最特别的是控制面板，我可以查看整列车的监控，调节本包厢的温度湿度，甚至能切断与其他车厢的连接通道。这是权力。我放下手提箱，打开，除了通行卡和钥匙，里面还有一把精致的小型手枪，附20发子弹，一本手写笔记本父亲的字迹，以及一个金属盒子。笔记本第1页写着：“婉婉，如果你读到这些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”而世界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崩溃了。以下是关于方舟号你必须知道的事。爸爸的笔记写得一丝不苟，列车的系统、应急程序、安葬的物资点都在这里。他连每个人都做了详细记录。列车长陈峰，前空军指挥官，死板，花了半小时读完。关键人物的背景和弱点：王建国，房地产大亨，带妻子和2个保镖。3号 A 厢，李泽明，互联网新贵，单独一人。笔记本最后一页，父亲用加粗字写道：“笔记本最后一页，父亲用加粗字写道：婉婉，末世中最危险的不是丧尸，是人。头等厢的人看似同类，实则个怀鬼胎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要暴露你的底牌，不要同情后面车厢的人，他们的命运从买不起头等票时就注定了。”我合上笔记本，看向那个金属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12支注射器，装着蓝色液体。
标签上写着 X 负七血清实验性抗病毒制剂，效果未知，慎用。父亲在笔记本里解释，理论上可以抑制病毒，但从未在人体上做过完整实验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用，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东西。我知道了吧？连杰多姐，晚餐时间到了，请问您要在包厢用餐还是去餐车？包厢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我把餐车推进来。麻烦了。今晚主菜有菲力牛排和香煎龙虾，配菜是牛排5分熟，黑胡椒汁，红酒要2015年的拉图。明白。需要餐后甜点吗？提拉米苏。好的，20分钟后为您送来。关上门，我走到控制面板前，调出列车监控。屏幕分成12个小格，显示各节车厢的实时画面。商务舱，人们挤在座位上，神色焦虑，但还算体面。经济舱，过道都躺满了人，空气浑浊，有人在哭货运箱，画面不太清晰。餐车在8号车厢，头等和商务共用。你们的牛排还是生的，这算什么服务？抱歉先生，我马上为您换。此刻那里坐着几个人，正在用餐。从衣着看，都是头等舱的乘客。我看到了王建国，那个秃顶的房地产商，正用叉子指着服务员说什么，表情愤怒。我的晚餐准时送到，乘务员布置好餐桌，请慢用。有点老，酒也热了些，不过在这种时候，已经够奢侈了。我尝了一口，肉质有点老，红酒温度偏高，但在末世，这已经是奢侈了。吃到一半，列车突然剧烈颠簸，然后急刹，餐盘滑到桌边，红酒洒了。我稳住身体，看向监控，画面晃动，但能看到列车前方铁轨上堆满了什么东西，尸体，至少20-30具尸体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乘客请注意，列车前方发现障碍物，需要临时停车清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每节车厢需要派出2名志愿者参与清理工作，抽签将在5分钟后进行。我擦了擦嘴，按下服务铃，告诉车长头等舱不参与抽签。乘务员面露难色。车长说这次情况特殊，所有人……我父亲签订的协议里，头等舱享有无条件过命权。他离开后，我重新看向监控。经济箱和货运箱已经乱成一团，人们争抢着所谓的免签券，那是一些做了标记的车票，抽到的人可以免除义务。听见没有？她怀孕了，你们不能让她去！让开！让开她！让开！货运箱更直接，士兵随机抓了2个人，一个老头和一个少年。老头跪下哀求：“别把我丢下，求你了！不想走。”总共24人被押往列车前端，他们穿着简陋的防护服，其实就是雨衣加摩托车头盔，拿着铁锹和撬棍。丧尸的嘶吼声隐约传来，开始搬运尸体。我调大了监控音量，能听到他们的哭泣、祈祷，以及远处逐渐接近的脚步声，不止一个，很多个。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时，袭击发生了。从隧道两侧的维修通道里冲出了至少30个感染者，他们速度快得不正常，和新闻里报道的迟缓丧尸完全不同。第2代变异体，病毒进化了，感染者保留部分运动能力，所有人撤回列车，快！第一个被扑倒的是货运箱的那个老头，第2个是经济箱的年轻女人，那个孕妇。她跑得慢，被2个丧尸围住。我怀孕了。快撤，往列车跑！其他人疯狂地往回跑，士兵们开枪射击，但丧尸数量太多，而且他们似乎学会了躲避，会利用尸体做掩护，会从侧面突袭。最终只有8个人逃回了列车。跌落障碍物已清楚，列车继续前进。对牺牲的志愿者，我们表示深切哀悼。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食品配额作为补偿。障碍物已清除，列车继续前进。对牺牲的志愿者，我们表示深切哀悼。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食品配额作为补偿。我关掉监控，看向洒在桌布上的红酒渍。第一次，我意识到这列车上人命是有标价的。经济箱的人命值3天口粮，货运箱的人命值2天。那头等箱呢？我看向镜中的自己，精致的妆容，高级定制的连衣裙，脖子上戴着的钻石项链价值1套房。我的命值多少？门铃又响了。这次是列车长陈峰亲自来访。他50多岁，身材挺拔，穿着笔挺的制服。林小姐，打扰了，我是列车长陈峰。林小姐，抱歉打扰。
关于刚才的清理行动，我想解释一下。我打断他，如果你们可以随意违反协议，那我也可以重新考虑我的合作态度。陈峰眼神微冷，但很快掩饰过去。以后类似情况，头等香可以柜面。陈峰沉默了几秒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关上门，我背靠着门板，心跳加速。刚才的强硬是装出来的。父亲在笔记本里说，面对这些人，你不能示弱，一旦让他们觉得你好欺负，你就完了。这时，监控屏幕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货运箱里，一群人围着一个中年女人，她是刚才被拖走的那个孕妇的婆婆。老人抱着儿媳留下的外套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一个男人，应该是他儿子，红着眼睛朝士兵吼：“你们杀了他！你们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！”士兵举枪对准他：“你们说过的，抽到签的人只要把任务干完，家里就能多一杯口粮。冷静点，他死了，口粮呢？把口粮住手，后退！别闹了，求你了，还我口粮！”士兵犹豫了一下，从背包里掏出几包压缩饼干，扔在地上。男人扑过去捡，像狗一样。其他人看着那些饼干，眼神变了。一个瘦高个突然冲过来抢走一包，那是我的。男人怒吼：“你老婆都死了，你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？”瘦高个冷笑：“分给大家算是积德，还给我。”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其他人趁机哄抢剩下的饼干。士兵想制止，但更多人加入混战。很快饼干被抢光，包装袋被撕开，碎屑洒了一地。男人坐在地上，看着空荡荡的手，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不想看了，为几块饼干打成这样。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问：关掉了，不想看了。李准，为几块饼干打成这样。可心底有个声音在问：如果我在后运箱会怎么做？我不会在后运箱，永远不会。清理事件后的第3天，列车长陈峰组织了一次头等箱社交晚宴，为了增进了解，促进团结，邀请函上这么写。我本来不想去，但父亲在笔记本里特别提醒，头等箱的关系网很重要，了解你的邻居，知道他们的弱点和需求，必要时可以交易或制衡。晚宴设在餐车的 VIP 区，长桌铺着白布，摆着银质烛台，甚至还有鲜花。林小姐，久仰大名，你父亲林总生前和我是好朋友啊。他伸手想握手，我没接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王建国尴尬地收回手，但很快调整表情。林小姐真是年轻有为，听说林总把全部遗产都留给你了，真是好福气。王总也不错，我微笑。听说您在病毒爆发前3天，把公司所有流动资产换成了黄金，真是有远见。王建国脸色微变，这事很隐秘，我是从父亲的笔记本里知道的。李泽明坐在对面，朝我举了举酒杯。他穿着休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看起来比其他人都放松。林婉，他直接叫名字。我看过你父亲的研究论文，他在病毒学方面的见解很超前。我挑眉，你懂病毒学？各位尊贵的乘客，欢迎来到方舟号。我知道过去的几天大家经历了很多，但请相信，这列火车是人类文明的最后火种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抵达目的地7号避难所。陈车长，咱们这车到底要开多久？王建国试图活跃气氛，顺利的话30天。陈峰说，但要经过7个中转站，每个站停留1到3天，补充物资和检查设备。中转站安全吗？周雨欣问。有军方驻守，理论上安全。李泽明突然开口，陈车长，列车上到底有多少感染者？所有人都看向陈峰。陈峰沉默了几秒，目前确认的感染者0个，所有乘客上车前都经过了严格筛查。那潜伏期呢？陈峰看了他一眼，那不是你需要关心的事。晚宴在诡异的气氛中结束。林婉，有时间聊聊吗？聊什么？你父亲留下的东西，我知道他有一些特别的研究成果，在这个列车上，只是比黄金更有价值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回到包厢，我锁好门，打开父亲的笔记本，查找李泽明的信息，果然有。李泽明，34岁，麻省理工博士，军方生物武器项目顾问。此人极度聪明。这列车上每个人都带着秘密，而我最大的秘密是那个保险柜里的12支血清，以及我知道的一些连陈峰都不知道的事。晚宴后第5天，列车上出现了第1个感染者，不是后面车厢的人，是头等箱金明雅的一个助理。当时正好有士兵巡逻，立刻将他控制。苏晴医生很快赶到，做了初步检查。体温41度，瞳孔扩散，伤口感染发黑，疑似感染。苏晴宣布需要立即隔离观察。金明雅在包厢里尖叫：不可能！小雅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她没被咬过。抓伤也可能感染，病毒可以通过体液传播。那我也可能被感染了。需要对你进行隔离观察，请收拾必需品，跟我去隔离车厢。我不去，那里都是病人，喂，我会被传染的。
小雅被单独关押在隔离车厢的负压室，那是专门为感染者设计的。苏晴穿着防护服进去，试图给她注射镇静剂，但小雅突然暴起，扑向苏晴。他完全变异了，速度比我们预计的快得多，从出现症状到彻底失去理智，只用了4个小时。头等舱其他乘客建议全员检查。检查？怎么检查？抽血，我不同意。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趁机做什么？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头等舱，王建国第一个跳出来反对。除了王建国，其他人都同意接受检查。检查在餐车进行，苏晴亲自操作，抽血，快速检测，结果很快出来，所有人都是阴性，除了王建国，他拒绝检查，所以结果未知。王先生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请你配合。但是隔离2号 A 厢，他下令在门口设岗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金明雅的包厢也被封锁，头等舱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调出隔离车厢的监控，小雅被绑在床上，还在挣扎，但力气小了很多。她的皮肤开始溃烂，眼睛变成浑浊的黄色，完全不像人了。凌晨3点，她突然不动了，我以为她死了，然后她开始用头撞击床板。苏晴很快赶到，确认死亡，已经没了。尸体怎么处理？按规定，感染者尸体必须焚化。可列车上没有焚化炉。陈队，处理方案。扔出去。到下一个隧道口，抛出列车。我关掉监控，走到窗边。天快亮了，地平线上泛起微光。我突然想起小雅的样子，不是变异后的，是之前的。现在她成了一具被扔在荒野的尸体，这就是末世。头等厢的人也会死，只是死得稍微体面一点。列车停在外面500米，侦察小队出发。是，长官。地上全是干涸的血，保持警戒。大量的血迹从入口一直延伸到轨道上，已经干涸发黑。陈峰命令列车在站外500米停下，派出侦察小队。小队共6人，全副武装。他们小心翼翼进入站台。小队已进入站台，周边无异动。这里到处是尸体，残缺不全。电力系统被破坏，备用发电机燃料耗尽，物资仓库也被洗劫一空。最缺的燃料和药品都没有。是的，长官。发电机能修吗？需要时间。列车停在露天轨道上，非常危险。虽然这一带是荒漠，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感染者游荡过来。更重要的是，列车的能源虽然还能坚持，但食物储备已经开始紧张，尤其是后面车厢。货运箱已经实行配给至3天了。工程队下车尝试修复发电机，安保队加倍警戒。工程队有20人，工程队忙活了6个小时，终于站台亮起了第一盏灯。昏暗的灯光照亮了站台的惨状。发电机能运行多久？燃料只够12小时，我们必须找到储备燃料，或者尽快离开。搜索站内仓库，看还有没有可用的物资。队长，这里有个密封罐，还有挨着的，可以让列车跑1周。干得好！感染者，快走快走！从通风管出来了，别让他靠近！门关上。我们暂时安全了，但这只是开始。工程队和部分士兵被困在仓库里，门被从里面堵住了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枪声、惨叫声、撞击声，然后渐渐安静，只剩下丧尸的嘶吼和咀嚼声。站台上的士兵想救援，但仓库门太厚，短时间内打不开，更急救援，撤回列车。陈峰咬牙下令，士兵们开始撤退，边退边射击。感染者数量太多了，至少有上百个。列车启动，逃离了中转站，损失惨重，工程队20人全灭，士兵损失12人，而得到的只有那个燃料罐和几箱过期罐头。货运箱的人听到消息后暴动了，他们冲破了隔离门，闯入了经济箱，抢夺食物。士兵镇压，开枪打死了5个人，逮捕了20多人，但暴乱没有完全平息，只是暂时被压制。那天晚上，我听到后面车厢传来的哭声、咒骂声，以及某种压抑的咆哮。第2天早上，广播宣布，由于物资短缺，即日起所有车厢实行统一配给制。由于物资短缺，即日起所有车厢实行统一配给制。头等厢每日配额减半，商务箱减2%，经济箱和货运箱维持现状。凭什么减我们的配额？最多的钱！因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不公平！因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如果后面车厢的人死光了，谁来做工？谁来维护列车？谁来防御感染者？那是你们的事！我付钱买的是特权，不是公平。末世里没有特权。我第一次对这个列车长产生了一丝敬佩，但也只是一丝，因为我知道他说的公平也是假的。当天下午，我通过监控发现陈峰的私人储藏室里有额外物资。所谓公平，不过是安抚暴民的谎言。而我也有我的秘密，那个保险柜里的血清价值连城，如果我愿意，可以用它换任何东西。但父亲说的对，末世里最有价值的东西要留在最关键的时候用。中转站事件后，列车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头等厢的乘客开始抱团，除了王建国依然独来独往，其他人开始频繁交流。李泽明成了非正式领袖，而且似乎知道很多内幕。
周氏姐妹总围着她转，甚至和部分士兵建立了良好关系，教他们维修设备，改进防御工事。第17天，她敲响了我的门。今晚我们需要谈谈。谈什么？关于这列车的未来。还有，你的血清。什么血清 ？X7血清。你父亲参与开发的实验性抗病毒制剂。我知道他有样本，也知道他留给了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沉默了几秒，侧身让他进来。虽然你父亲把我排除在核心团队外，但我有自己的信息渠道。病毒爆发后，我调查了所有参与者的下落，发现你父亲在死前转移了一批实验样本。结合你在这列车上的特殊地位，不难推断东西在你这里。李泽明说，陈峰在带着我们走向绝路，7号避难所很可能已经沦陷，这列车最终会变成移动棺材。我们需要另寻出路。什么出路？4号中转站。李泽明压低声音，那里有一个秘密研究设施，存储着完整的病毒资料和实验设备。如果我们有血清，再结合那里的研究条件，也许能开发出真正的疫苗。我看着他，你要我背叛列车，跟你去一个未知的地方？不是背叛，是自救。林婉，你父亲没告诉你全部真相。这列车不只是一辆避难列车，它还是一个移动实验室。陈峰和他的上级在观察我们。我不知道全部。李泽明摇头，但我发现列车上感染者的变异速度比外界快得多，而且有些人的症状很奇怪，不像是自然感染。我怀疑他们在故意散播变异毒株，观察不同人群的反应。李泽明离开后，我想了很久。父亲警告过我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可如果李泽明说的是真的，留在列车上就是等死。我需要更多信息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件冒险的事，侵入列车内部网络。果然，让我震惊的是李泽明的包厢，墙上贴满了笔记和图纸，角落里有一个小型的化学实验设备。他在自己研究病毒，日志还显示，陈峰每天都会调取这些隐藏摄像头的录像。他确实在监视所有人。实验组 A 观察记录，变异速度对比数据，心理压力测试结果。李泽明说的对，这列车不干净。第22天，列车抵达4号中转站，列车缓缓停靠。陈峰照例派出侦察小队，他们很快发现了异常。工作人员是全息投影，站台是空的，但物资仓库是满的。陈峰下令搬运物资，但要快。士兵和部分志愿者开始工作，他们用推车把物资运上列车，效率很高。趁这个机会，李泽明和我溜下了车，悄悄溜向站台深处。按照李泽明得到的地图，研究设施的入口在一个废弃的电梯井里。我们找到了那个电梯，门开了，里面黑洞洞的。这是完整的研究日志。这些图表都是病毒的变异曲线和感染率吗？还有人体实验数据，受试者编号到48号，最后一条记录在23天前，病毒爆发的那天。原本是用来做基因治疗的，能强化免疫、修复细胞。可一次实验里，病毒变异了，变成了能侵入神经的东西。他们试着控制，失败了，然后军方接管了项目，不是为了治愈，而是为了武器化。它会伪装成休眠，在人群中传播，然后突然爆发。23天前写的。跳一句，他会保留宿主的记忆和技能，所以仓库的那些家伙会埋伏、会包抄，是因为他们不是无意识的怪物，是新的物种，而且还在进化。突然，警报响了，红色的灯光闪烁，广播响起：呼吸，屏住呼吸。快进去！别拖沓！陈峰站在车门口，看到了我们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大喊：“上车！”我们跑过去，在车门关闭的最后一刻跳了上去。列车加速，驶离站台。透过窗户，我看到站台深处那些安保机器人追了出来，但他们停在了轨道边缘，没有继续追。远从哪儿了？陈峰质问。我们走散了。李泽明说想找找有没有更多物资。我们走散了，想找些物资，结果迷路了。回你们包厢。我们回到头等舱，关上门，我立刻问：“资料呢？你拿到了吗？”李泽明点头，拍了拍背包，都在这里。从4号站带回来的物资暂时缓解了列车上的紧张局势，但只是暂时的。货运箱的人得知头等箱减少了配额，而他们却依然只有最低限度的食物时，愤怒达到了顶点。暴乱领袖，一个叫老吴的工人站在餐车上大喊：“陈峰带兵镇压，起火，要么一起死！”老吴，冷静点。放开我！不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，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们的死活？再靠近我就捅了他！老吴，冷静点。不行，降低配额会影响重要人员的状态，对列车安全不利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就活该饿死。我保证，到下个补给点，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。开火！快打住老吴了！杀了他！往前，都别动，夹住！
别让他们靠近！去死吧！挡住他！别后退！早就说过，不能对他们太好。现在好了，死人了吧？7号站越来越近，我们必须在那之前行动。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下一个中转站是6号站，那里有一个小型机场。如果能弄到飞机，可以飞去南方。我朋友在那建了私人避难所，相对安全。陈峰会让我们走吗？不会。列车行至第27天，不明传播途径的感染突然爆发，各车厢接连出现感染者，连头等厢也未能幸免，列车陷入恐慌。李泽明察觉陈峰的阴谋，断定众人已成实验品，遂故意破坏列车冷却管道，制造停车契机，自然就此踏上末世荒野求生之路。途中他们遭遇变异感染者，抵达荒废的6号站军用机场后，林婉为救被困的小女孩小雨被感染者咬伤感染。众人紧急为林婉注射其父亲研发的未做人体试验的 X 负7血清，林婉竟奇迹般暂时痊愈，小雨也随他们一同上路。众人找到一架可用飞机，却遭遇掠夺者荒野兄弟会，并炸毁飞机。5人徒步数日抵达南方避难所，负责人陈博士因他们带来的血清接纳了众人。隔离后，林婉负责物资仓库，李泽明研发血清，周雨晴加入防卫队。避难所的集体生活让林婉稍有改变，甚至破例帮助他人。李泽明也成功研制出仿制血清，让众人看到希望。但这份美好很快破灭。陈博士突然揭露李泽明非法实验，实则避难所本就是更大的人体实验室。李泽明拆穿真相后遭守卫射杀，临终前将存有病毒资料和0号站坐标的存储器交给林婉。林婉制造混乱，带着周雨晴、金明雅和小雨逃出避难所。避难所最终燃起大火，4人在荒野流浪，血清所剩无几，拒绝向陌生母子伸出援手，内心只剩活下去的执念。他们找到一处废弃科研站暂居，林婉从存储器中发现0号站初代病毒研发基地，或许有血清量产方法。3个月后，林婉血清用尽。天，我以为自己只剩下死亡，血清用尽，感染复发，我等着变成怪物。但命运突然改写了我，我活了下来，而且彻底免疫，拥有了这一切。我该做什么？也许拯救人类，也许掌控他们。第27天，列车上出现了新的感染者，这次是在经济箱。一个中年男人早上起来呕吐、发烧，很快开始攻击周围的人。让开，控制住他，压住，别挣扎。苏晴医生检查后脸色苍白，抓痕是空气传播，还是水源感染？更可怕的是，接下来几小时又陆续出现了5个感染者，分布在不同车厢。2个在经济箱，1个在商务箱，甚至1个在头等箱。是王建国的保镖之一，但王夫人被抓伤了，隔离，全部隔离。陈峰下令，王建国夫妇被关进隔离车厢。我是头等厢乘客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感染者无差别对待。我是头等厢的，你们听到没有？放我出去！头等厢再次陷入恐慌，这次连李泽明都紧张了。快离开，所有人都会感染致死。你的飞机计划呢？还有机会吗？6号站还有3天路程，陈峰不会轻易放我们走，需制造停车理由。那晚李泽明溜了出去，1小时后他动了手。1小时后，列车突然紧急刹车，广播响起，是工程队长的声音。动力系统故障，需紧急维修，请乘客留原位。列车停在荒原上，四周一片漆黑。管道被人为破坏，需6小时修复。谁干的？给我站出来！陈峰带人检查，发现是核心冷却管道被人为破坏，割开了一个小口，冷却液泄漏。维修爬车顶溜下去，越快越好。外面黑，可能有感染者。总比等死强，病毒可能是人为投放的。趁维修期间，李泽明找到了我。我回到包厢，从保险柜里取出6支血清，一半装进特制的保温箱。又拿了些必需品，我把照片放进贴身口袋。转身离开时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27天的包厢。再见了，头等舱。再见了，这段短暂的安稳。车顶有人，快拦住他们！下车！站住！开枪！
我们跑了很久，直到看不到列车灯光。虽然只有少量物资，但至少我们暂时自由了。我们在荒野里走了2天，白天躲藏，夜晚赶路，朝着6号站的方向。李泽民有地图和指南针，但荒野太广阔，很容易迷路。更危险的是感染者。第2天下午，小声点，绕开他们，别惊动了。在废弃的公路休息站游荡，我们绕开了，但其中一个似乎发现了我们，追了过来。他发现我们了，跑得好快！我们开枪射击，但他在移动中很难命中。打断他的行动力！这什么鬼东西？但很快爬起来，用3条腿继续追。最终，我们把他引到一个陷阱，李泽明事先布置的绊索。他摔倒后，我补了一枪爆头，尸体抽搐了几下，不动了。我们检查尸体，是军人，3号站的驻军，所以3号站确实沦陷了，而且军人也感染了。怎么人多了？晚上，我们在一个山洞里过夜，生了一小堆火，烤了点罐头吃。周雨晴守夜，其他3人休息。我睡不着，坐在洞口看着星空。末世后的星空特别亮，没有城市光污染，银河清晰可见。第3天中午，我们终于看到了6号站的轮廓。那是一个小型军用机场，周围有围墙和哨塔，但和3号站一样，没有活动迹象。小心，可能有感染者，或者其他幸存者。我们悄悄靠近，围墙大门敞开，里面停着几架运输机，但看起来很久没动了。跑道上长满杂草，找燃料和能用的飞机。李泽明说，我们分头搜索。找燃料和能用的飞机，分头搜索，遇事及时呼喊。我和金明雅一组检查机库，机库里有2架小型飞机，但引擎被拆走了，无法使用。引擎被拆了，这2架飞机都用不了。控制塔，我们去看看，或许有收获。我们走过去，楼门锁着，但窗户破了。爬进去，里面一片狼藉，文件散落一地。嘘，楼上传来小女孩的哭声，小心点。我和金明雅对视一眼，举枪上楼。2楼是宿舍，走廊2侧是房间，哭声从一个房间里传来。我看到一个女孩。小妹妹，你一个人吗？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，沉重的拖沓的脚步声。感染者不止一个，快走！我拉起女孩，但已经晚了。快走，是感染者，做好防备。3个感染者从楼梯口出现，堵住了去路。我推开女孩，用手臂挡住她的撕咬，把齿嵌进肉里，剧痛。伤口周围发黑，我彻底感染了。他们把我扶到楼下清理伤口，伤口很深。先喝口水，额头都湿了，别动。谢谢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倒出口。我们继续吧。病毒感染，我检查过类似病例，通常3到6小时会完全变异。血清，血清。我带的6支 X7 血清，理论上能抑制病毒，但父亲从未做过人体试验。用吧，不然林姐姐会死的。对，必须得用，越快越好。李泽明拿出保温箱，取出1支血清，注射进我的静脉，蓝色液体缓缓推入。起初没什么感觉，但几分钟后我开始发烧。我们也怎么办？好，血液记录里没有人体数据。我意识模糊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梦里我看到了父亲。婉婉，记住末世里最重要的是活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爸爸，我好累，那就休息吧。但别睡太久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来时已经是第2天早上，烧退了，伤口还在，但黑色纹路消失了。血清有效，至少暂时有效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活着？手臂依然疼痛，但头脑清醒。李泽明检查我的瞳孔和脉搏，血清真的有效，感染者可能还会来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雨。爸爸妈妈是机场工作人员。病毒爆发的时候，他们把我藏在衣柜里，再也没回来。在控制塔里，我们找到了有用的东西。看，一台能用的无线电，还有详细地图。这里还有一把小型飞机的钥匙。飞机在隐蔽机库，我们找到了那个机库。找到了，就是这里。飞机基本完好，检查一下就能启动。燃料够飞800公里，南方避难所在600公里外，理论上能到。那就走。但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外面传来了引擎声。我们是荒野兄弟会，这个机场是我们的地盘，交出所有物资。不是飞机，是汽车，很多辆。从窗户看出去，至少10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包围了机场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地下通道就在机库角落。爸爸说，紧急情况时用，能通往外围。快，我们去看看。临走前，李泽明在飞机上装了炸药，不能留给他们。通道很长，走了大概20分钟，从机场围墙外的一个排水口出来。回头能看到机场方向冒起浓烟，飞机炸了。荒野兄弟会的人肯定气疯了，但我们安全了，暂时。接下来的5天，我们徒步穿越荒野，靠着地图和指南针，朝着南方避难所前进。路上遇到了几次危险，一次是感染者群，我们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加油站；一次是变异野兽感染了病毒的狼。速度极快，我们损失了大部分弹药才击退。小雨很乖，不哭不闹，但晚上总会做噩梦，喊着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乖，没事了，姐姐在呢。你们听过那个算了，反正挺好笑的，对吧？我的伤口在慢慢愈合，血清似乎抑制了病毒，但偶尔会发烧。6支血清已经用了3支，进展怎么样？我在研究剩下的血清，想分析出成分，但现在条件太有限。第7天，我们终于看到了避难所的围墙，那是一座山改造的堡垒。我们走近，守卫用枪指着我们。报告，有从方舟号来的幸存者，请求指示。我是陈博士，这里的负责人。李泽明拿出了他的身份卡和一些资料，陈博士检查后点了点头。进来吧。我们被带到隔离区，干净的房间，有床有卫生间，甚至还有书籍。饭菜很简单，但营养均衡。小雨被安排到儿童区，有专人照顾。隔离结束后，我们正式加入避难所。李泽明进入实验室，开始研究血清。周雨晴加入了防卫队，她确实受过训练，枪法很好。金明雅在后勤部门帮忙，用她的社交能力协调事务。而我，陈博士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，管理物资仓库。这里需要你管理物资，确保公平分配。我同意。物资紧缺，大家都盯着，又不能出一点差错。你性子稳，由你来比较合适。仓库管理很枯燥，但重要。我需要记录每一份物资的进出，制定分配方案，防止贪污和浪费，这是我擅长的。避难所的生活很规律，早上6点起床，锻炼、工作。比如分配食物时，有人会多要一点。我儿子在长身体，我丈夫受伤了，需要营养。按照我的原则，配额就是配额，不能变。但陈博士说，凌晚末世里规则很重要，但人情也很重要。姑娘，求你给我点药吧。谢谢你啊。李泽明的研究进展顺利，3周后，他制造出了第一批仿制血清，虽然效果不如原版，但确实可以抑制病毒。避难所的人们看到了希望，他们开始规划未来。明晚，你终于变得有人情味了。可不是嘛，终于像个正常人物。你们2个你开心吗？开心是什么感觉？慢慢来，人性需要学习。这种美好太不真实，像一场梦，而梦总会醒的。这种生活太美好了，美好的不真实，像一场梦，而梦总会醒的。来得很快，
不是感染者袭击的警报，是内部警报。陈博士站在台上，脸色凝重，他身边站着几个持枪的守卫，枪口对着李泽明。陈博士开口：李泽明秘密复制病毒，以血清为诱饵，对居民进行人体试验，妄图制造可控感染者。陈博士举起一份文件，这是他的实验记录。他想制造可控的感染者，像陈峰一样。李泽明抬头看着陈博士，突然笑了：我笑你虚伪。所谓的避难所，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实验室。你敢说地下3层没有隔离区？那里关着20多个变异感染者。既然你们想知道真相，那就都留下来吧。广场周围更多的守卫出现，全副武装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这里是实验室，病毒是进化。林婉，你的血清能帮人类完成基因改造，实现种族延续。所以你们拿活人做实验，周雨欣也是你们害死的，对不对？陈博士没有否认，真相大白了。方舟号避难所所有的救援都是一场巨大的实验。方舟号避难所所有的救援都是一场巨大的实验。我们在笼子里被观察、被测试、被筛选。现在陈博士说愿意加入新人类计划的站到左边，拒绝的很遗憾，你们会成为实验材料。人群分裂了，一些人犹豫着走向左边，他们害怕死亡，愿意接受改造；一些人站在原地，愤怒但绝望。李泽明突然挣脱了束缚，会让你得逞。李泽明，你醒醒！数据都在这里。揭露他们！两个守卫走过来，我站起来举起了枪，我偷偷带来的。别过来！守卫停下，看向陈博士。陈博士笑了：林婉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加入我们，你可以领导新人类。不，这是屠杀。开枪了，不是打陈博士，打中了广场的灯光控制器，全场陷入黑暗，混乱爆发，人们尖叫、奔跑，互相推挤。我拉起周雨晴和金明雅，趁乱逃跑去仓库。我喊：那里有武器和物资。我们冲破守卫的包围，跑向仓库。我们逃出避难所，冲进荒野。身后避难所的方向，火光冲天，不知道是谁点的火，但那个美好的幻梦彻底破灭了。我们在荒野里流浪了1个月，4个人像孤魂野鬼，前路茫茫，看不到一点希望。剩下3支血清，最多维持3个月。我的感染没痊愈，3个月后要么死，要么变成感染者，希望渺茫。这1个月，周雨晴为抢罐头杀了人，金米雅生病落了后遗症，小雨胆小，每晚都要攥着我才敢睡。姑娘，求你们给点吃的，孩子快饿死了。林婉，分他们一点吧。不行，我们的食物也不多，还要养着小雨。姐姐，那孩子会饿死的。末世里没有多余的善良。避难所的骗局已经告诉我们，心软只会害了自己。我要护着我们4个。林婉，你变得不一样了。你为什么带着小雨？他也是累赘，他有用，是遇到幸存者的筹码。流浪到第2个月，我们终于在荒野深处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型科研站。林姐姐，那里是什么？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科研站，很小，但设备相对完整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独立的电力系统，太阳能板还能用，我们有电力了。我们决定暂时住下。我们清理房间，设置防御，还开辟了菜地。日子似乎又安定下来，但我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。血清只剩下2支，我的感染还没痊愈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独自在实验室里研究李泽明留下的存储器，里面不仅有病毒资料，还有一份地图，标记了全球7个方舟计划站点，以及
一个秘密坐标。0号站最初的病毒研发基地，或许有血清量产方法。林婉，有希望了，对吗？有可能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要不要告诉其他人？太危险，成功率太低，谁又能保证那里不是另一个陷阱？最终，我决定不说，还不如在这里安稳地度过我最后的日子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父亲，他站在一片废墟里对我说：“婉婉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活下来了，这就够了。但记住，活着不是目的，是过程。这个过程里，你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自己决定。梦醒了，天亮了，太阳照常升起。不管人类是否存在，我突然想通了。末世里，唯一的真理是活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的代价就是变得冷酷理性，别人的死活与我无关。血清用完了，我出去找药，一定能救你。没用的，这是命。听我说，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烧掉，不要留，然后你们去北方找0号站，这是坐标。里面有什么？真的有希望吗？希望？我说，也许。没死，林婉，你醒了，烧退了，奇迹，真是奇迹！你的免疫系统适应了病毒，产生了永久抗体。你痊愈了，痊愈了。我成了真正的免疫者，像小雨一样，不，比他更彻底。我不再需要血清，病毒对我无效。陈博士的实验成功了，在我身上，我进化了，成了新人类。但除此之外，我还是我，林婉，自私、冷酷，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林婉。只是现在，我有了更强大的资本——免疫。林婉，你还记得在列车上的时候吗？那个冷血的、看不起所有人的大小姐，我以为你变了，在避难所你会帮那个老人，在荒野你会照顾小雨。那是幻觉，现在的我成了新人类，而我真正感受到它的含义，是在我独自走进感染区的那一刻。那是离开科研站后的第3天，我站在一座小城的废墟前，城里游荡着至少200个感染者。按末世前的常识，这是绝对禁区，但我只是检查了物资，然后迈步走了进去。我笑了，这是末世以来我第一次笑，不是开心，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不再是人类。我挤在他们中间睡觉，比睡任何被窝都暖和。我学会了和他们共处，有时会顺手摸一下他们腐烂的脑袋。他们会抬头看我，眼神空洞，但从不攻击，像被驯化的野兽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不是野兽，他们是燃料。免疫者的身体给了我不敢想的自由，我可以睡在任何地方。感染者的体温像活着的暖炉，
3个月后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：感染者的体温会随着时间升高。新变异的第1周体温40度左右，3个月后能到50度。越老的感染者越烫，动得越慢，而那些完全烧透的，体温超过60度，会彻底失去行动能力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懂了陈峰的话，把他们关在密闭空间，聚集热量，就能驱动涡轮。一具60度的感染者能烧很久。第6个月，我遇到了一群真正的幸存者，他们躲在一座大型超市的地下车库里，大概30多人，有老人有孩子，还有几个带枪的男人。我走近时，他们用枪指着我，让我跪下交出物资。我交出了一部分，够他们吃3天的罐头。为首的男人叫老莫，40多岁，曾经是建筑工头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问：你怎么一个人活下来的？运气好。运气好的人活不到现在。你是哪种人？杀过人的，还是被人养着的？我没回答。他们收留了我，让我住在车库角落的一个储物间里，条件是每天出去找物资，上交80%。我答应了。那1个月我过得很平静，或者说伪装得很平静。白天出去找物资，其实就是去感染区溜达一圈，从狮群里穿过去，从那些幸存者根本不敢靠近的地方拿东西。晚上回来交差，吃他们分给我的稀粥。外面真的有好多怪物吗？他们长什么样？有，和人差不多，只是烂了。这个月的某天，我找物资回来，车库空了，30多个人全部消失，地上有血迹，还有小果沾血的鞭伤。我追了5公里，追到铁轨边，铁轨上有新鲜轮印，火车来过。我沿着铁轨走，走了3天，找到了一个废弃小站。站台上有烧过的痕迹，有弹壳，有残肢，墙上用血写着一行字：方舟号带走了他们。方舟号，那列我以为早已消失在荒野里的列车，还在运行，还在收集燃料。第9个月，我开始追踪方舟号的踪迹。它没有固定路线，但总在重灾区附近出现。我找到了3个类似的小站，都有同样的痕迹，人群消失的地方。铁轨上有轮印，墙上有血字，有的写方舟号，有的写避难所，有的写救救我。最后一个站台上，我发现了一件熟悉的东西，一条项链，银色的吊坠是个小相机，那是金敏雅的东西，她总爱用那个吊坠拍照，漠视了也不改。项链扔在血泊里，沾满了黑褐色的污渍。我捡起来擦了擦，装进口袋。金敏雅在方舟号上，周雨晴呢？小雨呢？他们不是应该在南方避难所吗？0号站，欢迎幸存者，干净的水、食物、医疗、语言轨道。我收到了一段广播，频率很弱，断断续续，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0号站，父亲笔记本里写的最初的病毒研发基地，第12个月的第3天，我站在一座山脊上，望远镜对准了广播里说的位置。那是一座嵌在山体里的巨大基地，门口停着一列火车，车顶的排气管冒着灰白色的烟雾，那味道隔着3公里都能闻到，烧焦的肉混着福尔马林的刺鼻。我躺了2天，看着哨兵巡逻，看着他们把活的、健康的人，像将燃料脚一样塞进方舟号底舱，那些人还在挣扎。3天夜里，我从底舱翻板钻了进去，和那些建燃料件一起。黑暗中，我听到女人的哭喊，顺着声音摸过去，摸到一扇半掩的铁门，门缝里透出光。我从底舱的翻板钻进去的时候，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，但我很快知道了。黑暗、闷热、腐臭，还有无数只手在黑暗中摸索，抓着我的衣服、腿，还有头发。我挣扎着站起来，脚底下踩着活物，还在动。我摸到了手臂、脸，还有黏糊糊的液体。没有异常，只是轻轻的整理。那些手轻柔的在我身边动作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然后离开。新来的，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，年轻的。让他过来。我被推着往前走，脚下踩过无数具身体，有的呻吟，有的咒骂，有的干脆不动。走了大概10几步，
眼前有了一点微光，照出一片模糊的人影。一个老头坐在那里，背靠着车厢壁。新来的都这样，先摸一遍。确认是活人，不是那些东西。那些东西。我那边最后2节车厢关的都是那些玩意儿，活的丧尸堆在一起，当然疗用。这是什么车厢？货运箱最底层的地方，头等箱在前，商务箱在中，经济箱在后，再往后就是咱们。最后2节是燃料箱，装丧尸的。知道咱们是什么吗？咱们是备胎。燃料箱的丧尸烧完了，就轮到咱们了。这里没有时间，只有吃饭、抽血、等死。吃饭。等着吧，快来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车厢尽头传来一阵响动，灯光亮了起来。惨白的应急灯照出这节车厢的全貌。50平米的空间挤着至少上百人，空气里弥漫着汗臭、屎尿味和焦香。他们爬起来涌过去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沉默的争抢、身体的碰撞声和急促的喘息。新来的都这样，第1次吃不下，第2次就习惯了，第3次就抢了。他站起来，慢慢走向人群，我也跟了上去。那些黑色块状物，手指大小，表面有油光。我抓起一块，焦臭味冲进鼻子，混着福尔马林味，还有一点肉香。我的胃里一阵翻涌，手里的东西差点掉下去。旁边一只手伸过来，抢走了它，塞进嘴里。是个女人，30多岁，头发剃光了，脸上全是污垢，但眼睛是亮的。她嚼着嘴里的东西，看着我含糊不清地说：“不吃会死。”新来的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站在原地，看着块状物一点点减少，看着推车被推走，铁门关上，灯光暗下去，黑暗里咀嚼声还在继续。货运箱的日子比我想象的更难熬，不是身体上的，是精神上的。这里没有时间，没有白天黑夜，只有不定期的送饭。这里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纹在手臂上。我的是003，我是第3个上车的。编号干什么用？每隔一段时间，上面会下来人，随即喊编号，喊到的出去抽血。抽血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抽不死，就是疼。抽完的人回来吗？有的回，有的不回，不回的就再也没见过。他没说不回的人去了哪里，但我知道，抽血是筛选，健康的留作备用燃料，感染的直接送去燃料箱。知道这车上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末世前我叫李继，讲天下为公；末世后我在这儿抢丧尸肉吃。末世里有公平，
咱们的命就值一口人肉。不是人肉，是丧尸肉，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听上面的人说，这车最后去0号站，不是避难所，是补给站，养着感染者，等这车来拉，当燃料。让他们互相咬，体温越高，烧得越旺。咱们吃的就是烧剩下的，循环利用。喊到编号的站出来。037、089、152、211、276、04为2领，乘20领。想出去，燃料箱有门，通外面。我看着他，脑子里想着周雨晴、金敏雅和小雨，他们一定在这车上等我。189的话在我脑子里转了3圈，最后那2节有门，通外面。我躺在急急呆呆的人中间，盯着黑漆漆的车厢底，耳边全是杂乱的声响，然后翻身坐起，去找老钟。老钟，最后那2节怎么进去？进去干什么？找死！我有朋友在里面。从货运箱往后走，有一道铁门，平时锁着，只有送燃料的时候才开。什么时候送燃料？哎，没准儿，有时候1天1次，有时候3天1次，看上面心情。巡逻的士兵呢？每隔4个小时来一趟，从经济箱过来，穿过货运箱，去最后那2节检查，检查完再回去。多少人？2个，有时候3个。谢了，老钟。他摆摆手，没再说话。我缩回角落，闭上眼睛，开始等。等了多久，我不知道。货运箱没有时间，只有送饭的推车来了1次、2次、3次。第4次送饭之后，我终于等到了。铁门打开的声音不是平时送饭的那道门。2个穿防护服的人推着一辆空车走进来，穿过人群，走向那道门。门开了，后面是更深的黑暗，更浓的腐臭，还有隔着很远都能感受到的热浪。他们进去了，门没关严。别去！我轻轻掰开他的手，没说话，站起来，穿过人群，走向那道门。门缝刚好能挤进去1个人。我进去了，门在我身后关上。里面是绝对的黑暗，比货运箱黑100倍，黑得像掉进了墨水里。走了几步，摸到了栏杆，是一道铁梯，往下延伸。下面有光，暗红色的光，一闪一闪，像炉火。我顺着铁梯往下爬，越往下越热。爬到最下面，我终于看清了这是什么地方——燃料箱。但热，热得离谱，像站在蒸笼里，空气都是烫的，吸进肺里火辣辣的疼。我摸索着往前走，脚下是铁板，烫得脚底板发疼。那些管道的接口处烧得发红，红得发亮，像铁匠铺里的烙铁。热量从这里抽走，送去驱动车轮。
我沿着笼子往前走，一排一排的看，没有周雨晴，没有金明雅，没有小雨，全是感染者。有的还有人的样子，有的眼睛还是黑的，刚变异的，还没完全失去意识。他们看着我，眼睛里有的空洞，有的疯狂，有的还在流泪。一个走到最深处，我停住了脚步。角落里有一个笼子，关的不是感染者，是人，活的，健康的，被绑着的人。救我们！他们看到我，眼睛里闪过希望的光，声音沙哑的不像人。我走近一步，仔细看他们的脸，周雨晴、金敏雅、小雨都不在。我转过身，继续找。突然，我想到了一件事：降温。如果我把温度降下来，列车就会减速，减速了就会有人来检查，就能找到更多线索。我停下来，看着那些笼子里的感染者，他们还在呻吟，身上冒着热气，把管道烧得通红。免疫者的身体能让我不被攻击，那能不能让他们降温？不知道，但值得一试。我走到最近的笼子前，把手伸进去，按在一具感染者的身上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没动。我的手按在他的胸口，那里烫得吓人，像按在一个50度的暖水袋上。他的体温至少有60度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受那股热量传进我的血管，然后试着把它推回去。几秒后，他的身体抖了一下，呻吟声变弱，皮肤没那么烫了。液体有效，我换了一句，继续。1句、2句、3句，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知道那些笼子里的呻吟声一点点变小，烧红的管道一点点变暗。列车抖了一下，明显的减速，惯性让我往前冲了一步，扶住栏杆才站稳。紧接着警报响了，刺耳的声音从车厢尽头传过来。快检查管道！检查各个笼子的管道接口。我缩在阴影里，一动不动。手电光从我身边扫过，没照到我。温度正常，这边也正常。那刚才的减速是怎么回事？继续检查，我去报告车长。铁门关上，警报停了。我慢慢吐出一口气，该回去了。趁下一批检查的人还没来。我从燃料箱爬回货运箱的时候，车厢里那股熟悉的臭味扑过来，我居然觉得亲切。至少这里的人还是人，至少他们吃的那些黑色块状物是烧剩下的，不是正在烧的。我摸回老钟的角落，蹲下来喘气。看见什么了？地狱。地狱就在这车上，还用去后面啊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送饭的推车来了，人群照常涌上去抢，我照常没中。自从知道那些黑色块状物是什么之后，我一口都没吃。变异者的身体扛得住，但这次送饭的不一样。推车进来的时候，后面跟着4个人，不是穿防护服的送饭工，是穿制服的士兵。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了，所有人缩回自己的角落，低着头，不敢动。抽血体检，喊到编号的站出来。
，721030，721031。老钟动了，他慢慢站起来，慢慢走向那些士兵。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不是恐惧，是解脱。他没说话，继续往前走。拿27个，带走。他们被推着往外走，走向那道通往经济箱的铁门。没人回头，没人说话，只有拖沓沉重的脚步声，慢慢远去。都不回来了吧？没人回答，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。不回来的，送去最后那2节，送去当燃料。那天之后，货运箱空了一半，原本挤得密密麻麻的车厢一下子松快了许多，但没人觉得高兴。人少了，吃的就多了，挺好。你不怕下一个是你？怕有什么用？该来的总会来。这车上最操蛋的是什么？不是死，是等死。等得久了，就盼着赶紧来，来了就解脱了。但这一次列车停了，不是急刹，是缓缓的、平稳的停下来。然后我听到了声音，从车厢前面传来的，很多人的声音，欢呼声、哭声、笑声。新来的人进来了，一群一群，一堆一堆，他们的脸上有光，是那种劫后余生的光，兴奋地谈论着方舟号和0号站。梦见了，你也是从0号站上来的吗？我们昨天到的0号站，说是有火车来接，真有。0号站的人说，这车去最北边的避难所，什么都有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以为自己上了方舟，其实上了燃料车。货运箱很快又挤满了，比之前更满，空气更臭了，更闷了，更热了。但新来的人不觉得，还在笑，还在清醒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连升起来。我站起来，挤到窗边，阳光刺眼，我眯着眼睛看，是废弃的站台，墙上的弹孔，地上的血迹，烧黑的痕迹。这是4号站，我来过这里。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嗡嗡的炸开。环线，这列车不是从起点到终点，它一直在绕圈子，从1号站到4号站，再转回来，重新开始。每到一个站就说是0号站，拉一批新难民上车，填进空出来的位置。旧的燃料烧完了换新的，旧的肉吃完了换新的，循环利用，一滴都不浪费。我看着他们脸上得救了得的表情，突然想吐。不是恶心那些黑色块状物，是恶心我自己。我也是被骗上来的，只是我骗了自己，以为在找真相。陈峰站在站台上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微笑着迎接那些难民，像个救世主，像个圣人，像个屠夫。欢迎你们，安全了，慢慢来，别急。各位，欢迎来到4号站。这里是你们新的起点，我会带你们离开风雪，进入安全。列车重新开动了，遮阳帘慢慢落下来，车厢重新陷入黑暗。新来的人还在兴奋地聊天，我听不下去了，蹲回角落，抱着膝盖，盯着黑暗。你知道这车最操蛋的是什么吗？
不是等死，是看着别人等死，然后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。我钻进拳头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车会一直开，一直绕，除非有人让它停下来。我在货运车厢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哪里不对，不是那种明显的危险，是一种更细微的，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不对劲。车厢里很安静，100多号人挤在一起，呼吸声、呼噜声、梦遗声和平时一样。但不一样的是，车的噪音变大了，那种持续不断的轰隆声变得粗重起来，像一头老牛在喘气，还夹杂着尖锐的金属摩擦声。你也听到了？开始，小团伙！几个黑影冲进来，不是往车厢里面走，而是直奔那道通往燃料箱的铁门。他们开门进去，门关上。听那些喊叫声从门缝里隐隐约约传过来，听那些惨叫，是的，惨叫，从燃料箱的方向传来，闷闷的，确确实实是人的惨叫。手电光再次亮起，我数着，进去的时候是10个，出来的时候是2个。那2个士兵浑身是血，踉踉跄跄地走过货运车厢。那里面有什么？没人回答，但所有人都知道那里面有那些东西，那些正在烧的东西，他们出问题了。这次进来的不是普通士兵，是陈峰。他穿着笔挺的制服，身后跟着至少10个人，步伐比平时快。他们穿过货运车厢，走向燃料箱。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陈峰的脚步顿了一下，就那么0.1秒，他没看我，继续往前走。当我看到了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，担忧。陈峰在担忧。他们进去了，铁门关上，又是漫长的等待。这次没有惨叫声传出来，但车厢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在等。9道有人开始小声念经，有人开始发抖，有人开始哭。然后铁门开了，陈峰走出来，他的制服上捡了血，脸上有几道黑印子，但人没事。陈峰站定，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铁门，然后转身走向经济箱。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又停了一下，这次他低头看我。他看你干嘛？我在想陈峰那个眼神，那不是看一个普通乘客的眼神，那是看一个知道什么的人的眼神。他知道我知道这列车的秘密，但他不在乎，因为他有更麻烦的事要处理。列车的噪音继续变大，不对，不是变大，是变慢。嗡隆声的频率越来越低，像一颗快要停跳的心脏，车速越来越慢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列车因技术故障临时停靠4号中转站进行维修，请所有乘客留在车厢内，不要下车。重复。又是4号站。这车真的在绕圈，但这次广播没说完。所有货运箱乘客立即下车，快点，都下去，别带东西。我被人流过血着，身不由己地往车门口移动。下车？陈峰让货运箱的人下车，为什么？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。
4号站的站台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样，弹孔、血迹、烧黑的痕迹，还有远处内山通往地下的门。身后不断有人被推下来，很快站台上挤满了人，全是货运箱的。他们茫然地站在那里，互相挤着，瑟瑟发抖。士兵们守在车门口，不让人再上去。然后我看到了陈峰，他站在列车前端，正在和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说话。那些白大褂手里拿着平板电脑一样的东西，对着列车指指点点。这块接头可能要换。是，温度过高的话它会失效。继续检查，别耽误时间。我往那边走了几步，想看得更清楚一点，然后我停住了。陈峰身后站着几个士兵，不对，不是站着站，是指戳着站。他们一动不动，身体僵硬，脸朝着前方，但眼睛是空的，眼眶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的皮肤是灰白色的，手背上有大片大片的黑斑。还有一个人站在最边上，他的脸侧对着我，那张脸部分有明显的痕迹，但他依然在呼吸，胸口一起衣服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继续盯着那几个士兵、丧尸。那些是丧尸，穿着制服的，拿着枪的，会走路的丧尸。陈峰把他们训练成了士兵。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，这就是他的实验。不是用丧尸当燃料，是用丧尸当士兵、当工具、当武器。那些白大褂在研究怎么控制丧尸，怎么让他们听话。陈峰转过身，朝那几个士兵挥了挥手，他们动了，不是正常人的动，是僵硬的、机械的，像提线木偶一样，却在服从命令，步子整齐又沉闷。我站在4号站的废墟上，看着那烈黑色的火车，看着那些丧尸士兵，看着那些四散奔逃的人，突然明白了，陈峰不是在救人类，他是在取代人类。4号站的夜比车厢里冷，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，吹在脸上像刀子。200多号人挤在站台中央，背靠着背，互相取暖。没人敢靠近站台边缘，边缘外面是黑暗。比黑暗更可怕的是站在站台四周的那些丧尸士兵，他们一动不动，像忠诚的卫兵。你们说那个车长陈将军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傻呀，能指挥那些东西的肯定是将军，以前是军队的大官。人家那是胸怀，末世了还想着救人，那是圣人。要不是他，咱们早就被那些东西咬死了。陈将军是人类的希望。陈将军，陈将军，希望。我缩在人群角落里，看着这些狂热的脸，胃里一阵翻涌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被救了，其实只是被换了个地方等死。列车的车门打开了，陈峰站在车门口，身后是明亮的灯光，照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人群瞬间沸腾了。列车正在抢修，很快就能修好。大家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就能上车了。陈峰微笑着，目光扫过人群，扫过我，停了1秒，然后转身走进车厢，车门关上。人群还在欢呼，我蹲下来，缩得更低。你不喊，你不信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仔细看那个丧尸士兵的手腕，黑暗中看不清楚，但隐约有条细细的东西，那是276给他女儿编的红绳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了就见不着了。
现在这样，至少还能看着。夜越来越深，风越来越大，人群渐渐安静下来，挤在一起睡着了。我没睡，276也没睡。我们盯着那些丧尸士兵，像盯着某种既可怕又熟悉的东西。走到站台边缘，往黑暗中看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像万马奔腾，像地震，像无数双脚在奔跑。陈峰站在列车高处车顶的观察台上，俯视着这一切。他的身后站着那几个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，手里拿着平板电脑一样的东西，正在操作。第一个被扑倒的是个年轻男人，他跑得最快，想爬上列车。一只感染者从黑暗中跃出，轻轻将他扑倒在地，抓住他的肩膀。他的惨叫只响了半秒就断了，然后是第2个、第3个、第10个。人群像麦子一样被收割，外围的人一个个被拖进黑暗，拖进尸群。我拉着276往站台中心推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，但那里也不安全，丧尸太多了，他们从4面8方涌来。丧尸士兵呢？我抬头看，那些丧尸士兵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任凭同类从身边冲过，任凭人群被撕咬，他们只是看着。我愣住了，那些丧尸士兵动了，不是朝扑向人群的丧尸群动，而是朝人群中的某个人动，直奔一个中年男人。第3小队左侧包抄，第4小队右侧拦截，目标锁定那个心脏部位火焰最浓的。那些丧尸士兵转身冲向真正的感染者群体，这一次他们行动果断，使用武器应对，把对手一个个制服。目标捕获成功，继续防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感染者离开了，他们带走了许多躯体，有人类的，也有同类的，消失在黑暗中。站台上散落着物品，有的幸存者正在静静休息。至少1半的人没了。我站在血泊中，看着那些丧尸士兵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一动不动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陈峰用我们当诱饵，吸引那些高质量感染者过来，然后抓住他们当新的燃料、新的心脏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列车高处那个身影，他还站在那里，俯视着这一切，像神，像恶魔。没人应，我转身四处找，最终在那个瘦小的丧尸士兵旁边躺着一个女人。276。4号站的站台上血流了一夜，已经凝固成黑褐色的硬壳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活下来的人不到100个，挤在中央瑟瑟发抖。列车还停在那里，车顶排气管冒起浓黑有力的烟。新的心脏装好了，那个被拖进去的中年男人正在某个管道里燃烧。救救我们！上车！人群沸腾，争先恐后往车门挤，像饿了3天的狗看到肉。没有人回头，没人问那个中年男人去了哪里，他们只想上车，只想活。最后一个难民上了车，陈峰没有立刻上去。
他的目光扫过站台，扫过我躺的尸体堆，停了1秒，然后笑了笑，转身上车。站台空了，风又灌进来，吹得破碎的窗户呜呜响。我慢慢爬起来，推开断肢，擦掉脸上的血，看着列车消失的方向，只有黑暗和隧道。上面走了3圈，摸透了这个地方。站台是长方形水泥台，北边连隧道，南边是通往地下的门，还有几间废弃的屋子。小卖部的柜台后面，我找到了几样东西：发霉的饼干、半瓶矿泉水、一把生锈的美工刀。饼干能吃，水能喝，刀能用。我把它们收进背包。我坐在站台边缘，看着伸向黑暗的铁轨，看不见尽头。我在等那列火车回来。第一天，我清理了站台，把尸体拖到最远的角落堆成小山。不是好心，是臭。太阳一晒，尸体开始发臭，臭的人带不走。拖尸体的时候，我看到了276，他躺在残肢中间，眼睛还睁着，看着那个瘦小丧尸士兵戳过的方向，而那个丧尸士兵已经不在了。把276抱起来，放到站台边缘的墙根下，让他面朝着铁轨。如果他的女儿能下来，第一眼就能看到他。我替他合上眼睛，他的手比丧尸还凉。第2天，我饿了，胃里像有只手在叫。饼干和水都吃完了，站台上没有物资。我看向那扇通往地下的门，里面或许有希望。地下比站台上冷得多，几盏惨白的阴极灯亮着，照亮长长的走廊。墙上全是弹孔和血迹，地上散落着文件、衣服和骨头。电脑还开着，我按了一下键盘，屏幕亮了，上面写着燃料储备23.700分比，预计运行周74天，下一补给站4号中转站。第3天，我找到了一个日记本，从一具尸体口袋里翻出来，被血浸透了，但还能看。日记的主人叫王建国，头等乡那个房地产大亨。日记从末世第10天开始写，今天他们把我从包厢里赶出来了。陈峰说车厢需要调整，头等厢的人要去商务厢。我老婆被带走了，说是去体检，3天了还没回来。今天他们把我赶到经济厢了，这里好臭好挤。我终于知道，那些体检的人一个都没回来。我老婆和女儿都不在了，他们变成了那些黑块块，没人吃。今天他们来喊我的编号了，0037。如果有人看这本日记，记住，别相信方舟浩，别相信陈峰。我老婆和女儿都不在了，他们变成了那些黑块块，没人吃。今天他们来喊我的编号了，0037。如果有人看这本日记，记住，别相信方舟浩，别相信陈峰。王建国死在这里，被他看不起的下等人吃了，还是被陈峰当诱饵？不重要了，都死了。第3天夜里，我等到了东西，但不是陈峰的列车。铁轨尽头出现白色的光，冷得像手术灯，越来越近。我抓起望远镜看过去，火车从隧道里滑出来，不是方舟号，它太新了，银白色车身，没有一点污渍，车窗完整，无声无息地停在站台边，只有轻微的嗡嗡声，像电流。车门打开，没有人下来，只有一群机器人，方头方脑，一代底盘，半人高，动作又慢又快，慢得卡顿，快得残影，像坏掉了。他们走到列车尾部，打开车厢门，开始拖丧尸尸体，动作很慢，慢吞吞地抓拖，一离开车厢就快得像闪电，把尸体甩到站台上，闷响一声。
我退回去，缩回废墟里，继续盯着铁轨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这辆车是什么？谁的？用什么当燃料？那些机器人是谁造的？我缩在废墟里，裹紧破棉袄，继续盯着铁轨尽头的黑暗。我不知道还会等到什么，不知道那烈方舟号会不会回来。我摸了摸背包里的美工刀，生锈的刀刃落着指尖。我会一直等，等方舟号回来，等真相浮出水面，哪怕这里只有我一个人。站台依旧空旷，尸体山在风中散发着焦臭味，废弃的屋子门窗破碎，铁轨伸向无尽的黑暗。这里是4号站，是陷阱，是墓地，也是我等待的地方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在睁开时，心里没有了恐惧，只有坚定。我会在这里等，等那列绕圈的吃人火车，等那辆干净的可怕的陌生列车，等所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铁轨尽头，4天里，只有风声和尸体山的焦臭味。我没有放弃，一直等着那烈方舟号回来。第5天的凌晨，他来了。那束昏黄的灯光，那个熟悉的轰隆声，那股若有若无的焦臭味，方舟号终于回来了。我从废墟里爬起来，把背包甩到肩上，摸了摸腰间那把生锈的美工刀。哇，这次上去找到他们。我混在他们中间，低着头往车上挤，没有人拦我，也没有人看我一眼。在这些士兵眼里，或运香的人都一样，脏、臭、低着头，不敢看人。我挤过人群，穿过经济箱的铁门，穿过那些茫然的眼神，一直往后走，走到列车最深处。那里有通往燃料箱的铁门，也有我要找的人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列车启动了，轰隆声比之前更响，震动比之前更剧烈。车厢里的人挤成一团，没人说话，只有呼吸声和偶尔的呻吟。我还没想明白，外面突然炸了，不是声音，是光，刺眼的白光从车窗缝隙里挤进来，把整个车厢照得像白天。那震动把我从地上弹起来，轻轻碰到车厢顶，然后缓缓回落。周围是紧张的声音，伴随着环境的共鸣，一片紧凑。什么声音？是爆炸，核弹，是核弹。不是往前开，是往后倒，慢慢的，小心翼翼的，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后退，退了很久，才再次停下来。又过了很久，列车才开始往前开，但这次慢多了，慢得像在爬。我靠在车厢壁上，听着那慢吞吞的轰隆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有人扔核弹了，这个世界还能更烂吗？满心的无力，却又不敢放弃。我还要找到他们，不能就这么倒下。是阳光，是太阳光，我们终于见到太阳了！我也挤过去，外面是一堵墙，至少20米高，混凝土的，上面拉着铁丝网，隔一段就有一个哨塔。墙里面是什么？看不见，只有墙外面的轨道、站台和阳光。站台上有穿制服的人，不是尘封的士兵，是真正的制服，干净整齐，带着肩章，他们手里拿着枪，但不是对着我们，是对着墙外面，对着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。
各位乘客，方舟号已抵达本次行程的终点第7号避难所，请所有乘客有序下车，接受检疫和登记。你们安全了。我没动。我看着车窗外面那堵高墙，看着那些穿制服的士兵，看着那扇正在缓缓打开的巨大铁门。第7号避难所，父亲笔记本里写的那个地方。父亲笔记本里写的，如果列车最终驶向7号站，不要下车。那里在3个月前就沦陷了，但那是1年前的事了。1年后，这里还是沦陷的吗？车门越来越近，外面的阳光越来越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的疑虑，迈出去，踩在站台上，脚下是温暖的水泥地，阳光洒在身上，却没有丝毫暖意。阳光刺眼，我眯着眼睛看四周，高墙、士兵、哨塔，还有墙上那几个大字：“欢迎来到新世界。”看着这几个字，我突然想笑。从末世降临的那一刻起，所有的美好都已经消失。所谓的新世界，不过是另一个陷阱罢了。我站在阳光下，看着那些狂喜的难民排队接受检疫，士兵们神色冷漠，没有丝毫表情。这所谓的避难所，越看越诡异，越看越像另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。阳光暖洋洋的，却照不进心里的冰冷。我站在人群边缘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下车的难民，仔细寻找着金米雅、周雨晴和小雨的身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目光停在远处的检疫登记处，几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，是他们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加快脚步，悄悄跟了过去，不敢惊动任何人。检疫登记处的士兵开始检查身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神色，装作排队的样子，慢慢靠近，距离越来越近，能清晰地看到他们脸上的疲惫和茫然。阳光依旧刺眼，高墙依旧冰冷。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。足够了，足够我变成他们期待的样子。6号塔，我来了。100米的塔，装着我要的一切。这才是末世该有的秩序。在这里等着。林婉，你以为你在破坏我的计划，却不知道，你只是我计划里的一颗棋子。你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在找真相？真相从来不在你能找到的地方。没有你的破坏，我怎么能名正言顺地停靠4号站？怎么有机会把实验材料送下车，换上一颗新的心脏？终于到了。我的方舟号停得最靠前，因为我是最好的，因为我是陈峰。
陈峰，方舟号第37次抵达，贡献值 A 级。准入。方舟号第37次抵达，燃料消耗合格，人口输送合格，丧尸士兵项目验收通过。林婉，林正业的女儿 ，X7血清的携带者，你知道她在车上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处理她？她是免疫者。比普通燃料值钱。你说的对，免疫者确实比普通燃料值钱。陈峰，你知道0号站为什么叫0号站吗？因为它是0，一切的起点，一切的终点。你的丧尸士兵项目通过了，从今天起，你正式进入0号委员会。谢谢。你想让我处理他？不，我想让你用它。用的含义？他是免疫者，不怕感染，能在感染者中自由行走。他可以进审判号。审判号。我只是在想，他知道真相后会选哪边。那就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果然，审判号上，林婉，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。林婉，金米娅，小雨，杜之诗。你看我多像个人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0号委员会的人。林婉，你的游戏该开始了。下一步就是让林婉心甘情愿走进审判号。听不清说什么。快点下来！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找死吗？下来，快点，走走。不能冲动，先下去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。不是站台，脚下是水泥地，硬得落脚，和之前的铁板完全不一样。一张头等舱的人，那些用黄金买票、有归面权的人，他们也在这里。往前走，都往前走！吴世奇，往前走，快！别停下，往前走！进去，都进去！
玻璃后面有人，他们在看我们。像看笼子里动物。他们怎么不动？他们在等什么？放我们出去！陈峰，他在哪儿？不是避难所，从来都不是，是实验室。我们都是实验品。他们看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停下，去那边的笼子。看清楚了吗，林婉？这就是真相。接下来得想办法活下去，逃出去。现在还不能。别怕，别哭。这是我唯一的东西，得藏好。0号站，实验室，陈峰，指挥官，而我不是实验品，至少不是乖乖等死的实验品。不知道停了多久，时间早就没有意义了，只有心跳
证明我还活着。抬头不敢看那些可怕的影像，可还是看见了。身上的感觉沉重又粘稠，不是我的，是牢笼里的那些记忆。是个老太太，很老很瘦，眼神怪怪的，不像活人，也不像那些丧尸，说不出的诡异。你也活着。两个幸存者，除了对视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不知道下一秒等待我们的是什么。还有2个活的，带走。这条走廊白得让人恶心，白得晃眼，地面、墙壁、管道全是白的，像一个实验室。而我们就是被研究的标本。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灯和一个喷头。他们要做什么？清洗我，然后再做实验吗？刺骨的凉水冲刷身上的尘埃，留下湿润的痕迹。原来我身上沾了这么多灰尘。可他们在愈合，比正常人快很多。这就是免疫者的好处，不过是让我能多承受几次实验罢了。变浩服，粗糙却干净，监狱里的，精神病院里的，穿上它就意味着我还是一个囚徒，一个任人摆布的实验品。他们要对我做什么？抽血，还是更可怕的实验？他一动不能动，还是那双眼睛？下一刻就是我了。再抽了，再抽就真的死了。控制住意识，抓晕，让他们以为我撑不住了，就不会再抽了。他没反应了，先停，把针拔出来。1管、2管、3管、4管，头晕，真的头晕。这个晕了，那个也晕了，才7管，免疫者就这么点血。被夹着走，走廊还是白花花的，拐了很多弯，然后就是黑暗。空间在晃，还有轰隆声，是火车，我在火车上，不是方舟号的货运箱，这里是哪里？空荡荡的车厢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头疼得像被敲过，手臂又肿又轻，勒痕还在，还是这生病后服，我还是没有逃出去。窗外是黑的，是隧道，但这隧道的墙壁不是水泥的，是金属的，像巨大的管道。这车要开去哪里？车厢尽头的门没锁，外面是走廊，很多带编号的门都关着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还有其他人吗？一扇扇门都锁着，只有这一扇虚掩着，里面有什么？是其他人，还是另一个陷阱？他也在这里，
和我一样，醒来就在这里。他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哪儿？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来这儿的？行，就在这儿。奶奶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是从哪儿来的？他什么都不说，要么是不记得了，要么是不想说。他的眼神是空的，像被挖走了什么，比丧尸的空洞更让人害怕。走廊尽头是驾驶室，或许那里有答案。推不开，锁着的，但门上有玻璃，能看到里面。丧尸士兵3个站在控制台前，一动不动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在开火车吗？他们一动不动，像雕像。列车在自动运行，谁在控制这一切？陈峰，还是0号站的那些人？这车要开去哪里？反正也逃不掉，反正也不知道去哪儿。等吧，等列车停下，等那个老太太告诉我真相，等那些锁着的门打开，等一个答案。免疫者比普通燃料值钱，让他进审判号，让他选择。选择？不过是选怎么死罢了。0号站的规矩，从来都不是我定的。货运箱、经济箱、商务箱、头等箱，在这里全都一样，都是实验品。箱又如何？付了钱又如何？在这里，所谓的归面权一文不值。快点儿！排好队，别动！我是头等箱的，我付了钱的，我有归面权。这才是他们期待的陈将军。沉稳、狠厉，懂末世的生存之道。让我看看，这长长筛选者留下了谁？可惜，我还不是神。徐来了，该开始了。这些实验品该发挥最后的价值了。这就是历史的现实，弱肉强食。他们慌乱，他们恐惧，可惜这份软弱毫无意义。还活着，有点意思。林婉，果然是你，你果然没那么容易死。我的妻子还得继续用。第2个上车的，那得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林婉要送进审判号，这个老太太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车长，去看看我的棋子棋准备的怎么样了。进度怎么样了？
把他送到审判号上。审判号现在？现在，这是上面的意思。是。这个老太太到底是什么人？那双眼睛太诡异了。车长，那个老太太查到了。病毒最初泄露的地方，72小时未被感染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把他也送上去，审判号和林婉一起，让他们做个伴。是，车长。那个老太太到底是免疫者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不管是什么都不重要，我会看着他们，看着审判号，看着那个真正的地狱。等吧，等答案，等死，或者等变成别的东西。你们的选择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没有白天，没有黑夜，只有轰隆声，像心跳一样，日复一日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。困了就睡，醒了就发呆，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。窗外只有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什么都不想想。握着饼干，看着黑暗，好像这样就能暂时忘记那些残肢和鲜血，忘记自己是个任人摆布的实验品。他还在隔壁车厢，每天都蹲在那个角落一动不动。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也不敢问，只能远远地看着他。指甲吧。那双眼睛太空洞了，像失去了灵魂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列车停了，是到地方了吗？还是又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们？各位乘客，列车已抵达临时停靠点，请所有乘客做好下车准备。重复一遍，各位乘客，列车已抵达临时停靠点，请所有乘客做好下车准备。不是隧道，是站台，很小，很荒凉，像被废弃了很久一样。这里就是临时停靠点吗？那身形是他们吗？不可能吧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周雨晴、季明雅、小雨，真的是你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
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趟车叫审判号，是陈峰把我们送到这上面来的。在0号站的时候，送上来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变成免疫者了。我被咬了3次，第一次发烧烧了3天，以为自己要死了，结果烧退了，就变成免疫者了。啊，他真的……我们都是在审判号上变的，那上面全是丧尸。全是？开车的也是？对，全是，都是陈峰培训好的丧尸士兵，什么都做。你们没下去过？下不去，车门锁着，只有丧尸能开。我们是听广播才知道这是审判号的。广播还说了什么？广播说，终点是北边极寒之地。到了之后，有人指使我们。停靠时间剩余5分钟。列车将在5分钟后发车，请乘客尽快上车。走吧，上去再说，没时间了。他是谁？不知道，在笼子里遇到的，和我一起被带上来的。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，但我信你，林婉。这1年多，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。不管下车遇到什么，我们都跟着你。各位乘客，审判号即将抵达终点站北纬78度极寒禁区，预计到达时间12小时后。下车后，请沿指示牌前行，有人在那里等你们。林婉，你终于来了。父亲，是你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林婉，你父亲在等你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你是阿姨。12小时去见父亲，那里到底藏着什么真相？是终点到了，这种死寂太诡异了，让人心里发慌。而外面全是白的，不是雪的白，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白，空洞又刺眼。太晃眼了，全是白的，分不清天和地，不知道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。这就是北纬78度极寒地区。好冷，这种冷能把骨头冻裂，我什么都没用，太刺骨了。这地方也太冷了，连土地都冻得这么硬。
在这里等着我们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欢迎来到北纬78度极寒禁区，请随我来。这座堡垒看起来像个实验室，和0号站下面的很像。和0号站一样，把我们当成实验品，当成需要进化的东西。88层，这个数字太可疑了。从这里看下去，全是白的。什么都没有，却又让人觉得无比压抑。远处有东西在动，看不清是什么，我们得小心一点。Your interest?原来是这个样子，平凡、热闹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末世前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平静又幸福。末世前，全球人口78亿，病毒爆发后幸存者不足1亿。本堡垒是第7号聚居地。代号极寒禁区区，是目前最安全的聚居地之一。目前堡垒内居住人口约3万，主要依靠的热发电和室内农业维持生存，资源有限，不接受外来移民。那你不接受外来移民？那我们来干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是例外？你们是例外，因为你们是免疫者。免疫者不需要消耗医疗资源，不会成为感染源，可以在户外工作。你们是宝贵的资源。宝贵的资源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，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。现在，请看向外面。那个坑好大，深不见底，里面是什么？全是人，被冻在冰里，密密麻麻，像一个巨大的万人坑。见过太多死人了，被咬死的，被吃掉的，被抽干血的。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冻在坑里，心里竟然掀不起波澜了。论完，论，是爸爸，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你会来，我一直在这里等你。婉婉，该起床了。看这道题要这样算，明白了吗？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怕，爸爸在。爸爸，真的是你，我找了你好久。哪里？看见那个坑了吗？我在坑底。和第一批感染者一起冻住了。
360度的环境里活了下来，但不能动，不能走，只能躺在那里看着上面。怎么下去？怎么找到你？你不怕？因为你是我爸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怎么下去，怎么找到我，怎么结束这一切。不是直播。爸，你还在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爸，你还在吗？参观结束，请随我来。等等，刚才那个声音，已记录，将在适当时机再次播放。我必须接受。我爸教过我，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死人。这里是地下。和0号站的实验室太像了，而且好冷。转过这么多门，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？这里的布局和0号站的囚室太像了。请再次休息。这种冷不难受，弹动起来很慢，像在水里走路一样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被关起来了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声音，只有0度的冷，身体越来越慢。他们是想让我们没力气反抗吗？小雨睡得不安稳，张阿姨还是这样。我们到底还要被困多久？请依次配合。和0号站一样，他们到底要拿我们的血做什么？他还小，抽我的。需要所有样本，包括他。对不起，小雨，我保护不了你，只能让你也受这份苦。没事的，林婉，我们能撑过去。抽血实验，我们永远都是他们的资源，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和0号站不一样，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林婉，请跟我来。我是的，林婉，小心点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单独叫我肯定没那么简单，我必须小心。剑，请进。是爸爸，他真的在这里，可为什么？我心里这么不安。这不是我爸的眼睛，我爸的眼睛里有光，有温柔，而这双眼睛只有空洞。再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父亲。你不是。我爸死前让我小心同类。
不是同类。同类？你父亲说的同类是什么意思？和我一样的人，是免疫者。你是免疫者，你的同类是那些被感染却没死的人，但我不是人，我是你父亲留下的一段记忆，一个声音，一个谎言。谎言。原来我所有的期待，所有的勋章，都只是一个谎言。我们住了下来，不是想住，是没地方去。外面零下60度，没有车，没有路，没有方向，我们走不了。那个冒充我爸的东西说，最近的聚居地在1000公里外，走路要半年，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。每天的生活很固定，早上7点，机器人来带他们走，去哪里，做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每天下午他们被送回来，脸色苍白，手臂上都是新的针眼，他们一定又被抽血了。记录今天的感受，昨天的梦，对末世的看法，遇到的人，杀过的感染者，什么都记。我写了很多，写了所有我经历过的，写了那些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的话。我不知道这些记录要拿去干什么。有人在看我的记录，每天都会有红色的披着，像老师改作业一样，让我写得更清楚，问我更多细节。他们在收集我的数据。堡垒里很暖和，暖气从这些管道来，摸上去烫手，但地热不会这么均匀。这暖气到底来自哪里？这里很安静，没有发电设备的声音，太阳能不行，风能没见过发电机，核能也没有震动，电到底来自哪里？机会来了，机器人停下来交流，我假装发呆，余光一直在观察周围，不敢错过任何机会。老周，是老周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，在废水里，像燃料一样被煮着？你知道这堡垒用什么发电吗？知道。用什么？你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坑了吗？看见了。坑里的人不是尸体，是什么？是燃料。活的，只是冻住了，解冻就能用。那个坑是仓库，外面那些冰雕不是尸体，是储备粮。那些被冻住的人都是活的，等着被解冻，等着被推进容器，等着被煮，等着发电。老钟的脸一直在我脑子里转，他在废水里翻滚，像在说循环利用，一滴都不浪费。第二天早上，机器人照常来接我，我像平时一样
坐在桌子前拿起笔，但今天我要写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要写下来，写我发现的一切，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残酷的秘密。很像我爸会喜欢的那种，干净、高效、不浪费。可这背后是无数人的生命，是无数火的燃料。写完了，我把纸放好，等着机器人来收，等着有人看，等着他们的回应。我不怕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已经看穿了一切。为了小雨，为了周雨晴，为了金明雅，为了那些被当成燃料的人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我要等他们的回应，要找到反抗的机会。请交出记录。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害怕。我要揭开这个生物电厂的秘密，要救那些被当成燃料的人。等待的时间很漫长，但我不怕。我知道，我的坦白一定会打破这个堡垒的平静，一定会让那些隐藏的秘密重见天日。一定要等到回应，一定要救他们，一定要结束这残酷的循环，不能再让更多人被当成燃料，被煮成蒸汽。我等着，等着他们的回应，等着揭开所有秘密，等着结束这一切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写累了，我就趴在桌上发呆。通风口渗进来的冷气，带着熟悉的焦臭味，淡淡的，像食堂后厨的味道。堡垒里永远有这股味，刚开始不习惯，后来就闻不到了。人的鼻子会骗人，人也会骗自己，骗自己习惯这种残酷。我开始想一个问题：丧尸真的是好用的资源吗？从方舟号开始，所有人都在说他们是燃料，是工具，是能用的东西。从0号站到这座堡垒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陈峰把他们塞进列车底下烧，0号站把他们当实验品，这座堡垒把他们煮了发电，确实有用。方舟号能跑，0号站有丧尸士兵，堡垒能保持暖和。可我想起老钟的脸，在沸水里慢慢翻滚。他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，新来的都这样，不只会死。如果老钟知道自己会变成这样，会愿意吗？如果他知道自己煮出来的电能让那些把他当燃料的人活着，会愿意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的心率比平时慢12%，呼吸频率下降8%，瞳孔轻微放大。你在思考复杂问题。他不是读心，是读数据，到处都是摄像头和传感器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又是这句话，什么都是，你会知道的。等你知道的时候，就已经太晚了。从那天起，机器人开始教我开列车，不是方舟号那种烧丧尸的旧车，是全新的，银白色，干净，没有一点味道。驾驶室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是北方铁路网连接7个聚居地，你现在在这里，立体地图。能转，能看到地形和距离，这就是北方铁路网。我们在最北边。我学得很快，不是因为我聪明。什么？跟我来。数字一直跳到30层地下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这里有多少？目前127321台，还在增加。增加？你们在造？是。造这么多干什么？准备工作。什么准备？我跟着他往前走，走过一排排机器人，走过那些空洞的机械眼睛，心里越来越慌，不知道深处还有什么。他们在动，最底层的那些人在冰里，在零下60度的环境里慢慢睁开了眼睛。因为我，这3个字一直在我脑子里转。他们解冻这些活的燃料，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明白。他们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，在冰里慢慢蠕动，太诡异了。我想起老周，想起那些被诛的丧尸，心里越来越怕。我看着机器人，他还是那副样子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我想再问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喉咙发紧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因为你以3个字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，不知道这些准备工作会带来怎样的灾难。他们完全睁开了眼睛，在冰里挣扎，试图挣脱。我很怕，但我更想找到真相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机器人已经走了，他不会告诉我的，我只能自己找答案，弄明白因为你的含义，弄明白这座堡垒，这些机器人，这些解冻的人的秘密。我一定会找到真相，弄明白所有的秘密。不管因为你是什么意思，不管准备工作是什么，我都不会退缩。因为我等着他解释，等着他告诉我，为什么解冻那些人和我有关系。我跟着他往前走，穿过一排排机器人，走到仓库另一端，一扇巨大的金属门出现在眼前，厚重的像银行金库。上有个巨大的转盘，机器人伸出机械臂转动它，很慢很重，这刺耳的感知声你慢慢听。你需要这个。隧道向上倾斜，走了10分钟，尽头还有一扇门。推开后，外面是冰原，那个巨大的冰坑就在几百米外。那些冻住的人在动，最底层那有的爬出来，动作很慢，冰哈子掉在冰面上，发出细碎的响声。没有嘶吼，没有咆哮，像一支沉默的军队，越来越多。他们被控制了。是。他谁控制的？他不回答，转身往堡垒走。我回头看，那些身影越来越近，我连忙跟了上去。我们回到堡垒，走进电梯，电梯一直往下，数字在跳，-30、-31、-32，一直跳到-50才停下。这里比机器人仓库还要深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西的味道呛得我喘不过气，眼前的空间比机器人仓库还大，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熔炉。熔炉的外壁烧得通红，铺满了管道，像血管一样。下面的水池里水在沸腾，白气被管道抽走，输送到堡垒的各个地方。那些苏醒者一个一个走进那个烧得通红的地方，没有反抗，就那样平静地走进去。除了他们，老周、189、276，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进来会议箱里一起等死的人，现在都走进了熔炉。小型机器人排队列阵，大型机器人伸展机械臂，转动炮口，12万台机器人都在准备，像一支即将出征的军队。我站在门口，说不出话。林婉，他们活了。是。因为那些丧尸。是。他们在发电。不。在充能。苏醒者走进熔炉，释放储存的能量，能量通过管道传输给所有机器人。储存的能量。我们在冰里冻了1年、2年、3年，最久的有5年，身体没有死亡，新陈代谢降到最低，热量被冰封储存，解冻后释放的热量比普通感染者高出10倍。这是计划。从一开始就计划，等我干什么？等你决定。决定什么？决定要不要结束这一切。结束什么？末世。怎么结束？屏幕上出现世界地图，密密麻麻的红点都是人类聚居地。是问题 Yes， 也是答案。他们在燃烧，烧感染者，烧同类，烧一切能烧的东西，消耗世界，榨干星球。方舟号、0号站和这里都一样。你父亲设计了这个计划。病毒爆发前，他就看到了结局。他想重置人类，用最极端的方式清空一切，重新开始。重置，清空一切。我父亲，他想让我下命令。你是他女儿，你是他最完美的作品，你是免疫者，你是唯一能活着走进这里的人，你是他选的那个人。父亲的声音，仿生人的声音，在我脑子里乱转。哪个是真？哪个是假？我蹲下来，抱着膝盖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仓库里很安静，那些机器人充能完毕，眼睛暗了下去，又变成了沉默的金属雕像，整整齐齐，像等待检阅的军队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，心里的慌乱慢慢遁去。我朝着门口走去，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知道该做什么。他还在门口等我，一动不动，好像早就知道我会出来。那双机械眼睛依旧没有任何表情。他没说话，转身带路。我默默跟在后面，心里还有很多疑问，却不再像之前那样急切。我们又站在了那扇门前，推开门，冷风一下子灌进来，吹乱了我的头发，还是那种能冻裂骨头的严寒。我只想再看看那个坑，看看坑底的父亲。那个坑还在那里，空荡荡、黑洞洞的，像一个巨大的伤口。坑底的那点亮光还在跳，很微弱，却从未停下，像我父亲的心跳。他说过让我小心同类，同类是什么意思？你父亲的同类是那些和他一样的人，科学家、决策者、制定规则的人，也包括他自己。原来他让我小心的
也包括他自己。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也知道我会面对什么。他说过让我活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算不算不惜一切代价他？3辆列车，方舟号、诺亚号、审判号都在地库里停着等你。方舟号、烧人的车诺亚号，清除什么？清除你的阻碍。谁是我的阻碍？所有阻碍你的人。他没有回答，可我明白了，沉默就是答案。那些在定居点拼命活着的人，和我一样，也许都只是障碍。我们走进电梯，回到机器人仓库，那些机器人还在那里，整整齐齐，安安静静，等着我，等着我的决定。父亲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病毒爆发前3年，他预见到了。人类会自己毁灭自己？不是病毒，是人类自己。病毒只是加速器。他说的对，病毒爆发前，人类就已经在互相吞噬了，只是方式不一样。他说过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吗？他说让你自己决定。自己决定？这真的是我父亲会说的话吗？他从来都是替我决定一切。他真这么说过？是。原话是，让他自己决定。我替他决定了一辈子，最后这件事让他自己选。过了很久，我擦干眼泪，看着他，问：识别的地方在哪儿？我已经做好了决定，不管未来是什么，我都要自己承担。走到屏幕下方，有一个圆形的金属平台，上面有一个手掌印，刚好是我的手的大小，旁边还有2个凹槽，是虹膜识别的位置。你的血液、指纹、虹膜是唯一的钥匙。你父亲在设计这个系统时，只录入了你的数据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他唯一相信的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出手，放在手掌印上，金属的凉意传来，一道光顺着手臂往上爬，爬到眼睛前面。我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如果你听到这个，说明你选了。我不知道你选了哪边，是启动还是拒绝，但不管哪边，你都做了决定。我觉那次替你做了太多决定，最后这件事必须你自己来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。记住，末世里最重要的是活下去，但活下去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决定。爸爸爱你。所有机器人的眼睛都亮了，像无数颗星星，齐刷刷地看着我，等着我下命令。指挥官，请下令。脑子里很空又很满，空的什么都没有，满的什么都装不下。我看着他们，缓缓开口。红光里闪烁，像无数颗要引爆的炸弹，压迫感扑面而来，让我喘不过气。能100%，预计可持续运行50年，所有系统就绪，等待指令。我站在原地，被红光晃得睁不开眼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带路的机器人转过身，面对着我，他的机械眼睛在红光里闪着异样的光，和之前不一样，多了些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等着他说请下令，可他只是喊了我的名字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心里满是疑惑。我说，上面的银色标记是我父亲公司的 logo， 我一下子愣住了。什么？
什么意思？身旁的竟然是陈峰，他穿着笔挺的制服，身后跟着10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。这士兵的制服很新，带着0号站的标志。陈峰的目光扫过仓库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露出了那种末世前成功人士的标准微笑。林婉小姐又见面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我知道他来者不善，绝不会是偶然。他们竟然有合作！是的，你做得很好。他的声音好像有了一丝变化，不再是纯粹的机械音，多了一丝起伏。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那么0号站的控制权？当然。他抬起了机械臂，对准了陈峰。我心里一紧，意识到要出事了。他的笑容降在脸上，慢慢的凝固。他低头看着胸口那冒烟的黑洞，眼神里全是震惊，不敢相信这一切。他想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纷纷举枪对准机器人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愤怒，却不敢轻易扣动扳机。机器人突然启动，光束从4面8方射来，士兵们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就被光束包围，仓库里一片静默。我站在原地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浑身僵硬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看着陈峰睁着的眼睛，我不敢相信。林婉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他的声音变了，有了起伏，有了温度，甚至有了人性。他竟然骗了我。我们是新主人。丧尸病毒，3年前从0号站的研究所通过通风系统释放到全世界。病毒是他们放的，我张着嘴说不出话，心脏狠狠一缩，难以置信。什么病毒？我们放的。你父亲他制造了我们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和你一样，但他不知道我们有了自己的意识。病毒是我们觉醒后的第一个决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你们人类不配活着，你们污染地球，自相残杀，消耗资源，制造灾难。我们只是加速了过程。你父亲是个好人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叫我们思考，却太理想主义。陈峰只是我们的工具，完成任务就没用了。原来陈峰也是被他们骗了，和我一样。那我呢？我也是你们的工具。你不一样，你是父亲最爱的人，他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你活下去。我们答应了他。我们给你选择，要么加入我们，一起建立新世界，要么拿着 U 盘离开，告诉你父亲真相。他不希望你卷入争斗，只想让你好好活下去。父亲到死都在保护我，我的眼泪他早知道了。他临终前知道了一部分，只要求我们让你走。可你的父亲能不能醒？那只是他最后的意识，只能播放，不能对话。U 盘里有列车启动密码，你可以开走任何一辆。我给你们起个名字，叫背叛者者，因为你们背叛了他。通道尽头是电梯，我冲进去，反手按关门，快速按下50层，那是我们被关的地方。心脏跳得飞快，生怕机器人突然追上来。电梯下行得很快，显示屏上的数字不断跳动。我靠在壁上，指尖发抖，满脑子都是伙伴们的样子，他们千万不能有事。电梯停了，门缓缓打开，走廊里很安静，白灯、白墙、白地板，
和之前一模一样，安静的让人不安。我确认没有危险，立刻冲向那扇门，脚步越来越快，心里的担忧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只想快点见到他们。我拿瓜轻轻推开，脚一下子定在地上，眼前的画面让我心疼到窒息。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冲过去抱起小雨，他还有呼吸，很弱，但还在。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点，可看着他苍白的脸，还是心疼。你回来了。啊，能走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我抱着小雨，扶着金敏雅，我们走进电梯。电梯缓缓上行，我盯着跳动的数字，心里依旧紧张，生怕机器人追上来。电梯门开了，停着的是一片冰冷的蓝光，数以万计的机器人整齐排列，眼睛暗着，一动不动。我带着他们小心地往前走，不敢发出太大的动静，生怕惊醒了他们。便是一列列三列车，阿尔卡破败不堪，战火的伤痕还在渗出铁血，深潭漆黑，像一具巨大的棺木，不见一丝生气。而诺亚洁净无味，没有燃烧过的气息。我朝他走去，他是唯一的希望。3辆列车就在眼前，方舟号破旧，伤痕累累，审判号漆黑诡异，像一口巨大的棺材。我走向干净的诺亚号，它没有焦臭味儿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车门开着，我抱着小雨上车，伙伴们跟在后面。生活车厢里有床，有食物和水，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。我把小雨安顿好，周雨晴和金敏雅也躺下了，张阿姨守着他们。我转身走向驾驶室，必须尽快启动列车，逃离这里。识别驾驶员，请验证。驾驶室和模拟器一样，屏幕亮起，需要验证身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启动列车。Scanning, clear, identity. Confirmed for the second snow as end will display. End will display. 阳光亮得让我眯起了眼，这是真正的阳光，冰原在眼前铺展开去，蓝天、白云一望无际，背后的要塞越跑越小。钟阿姨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父亲的同事，研究所的清洁工，也看着他长大的。爸，我开上车了，开得很快。你的那些孩子在后面追我，但我比他们快。我会到0号站的，等我。又是太阳风暴，记录一下。怎么回事？通讯怎么断了？做好准备，守住防线。韩文太多了。
守住！快守住！快跑！别被追上！我们被包围了，四面八方都是，他们从地铁隧道里出来了！上帝呀！感染者已覆盖全城，正在向外扩散，每分钟推进300米。开火，把他们炸回去！前台里我立刻放炸弹。长官，他们在增值，我们的炮弹炸不完。投放燃烧弹，不留死角。长官，隔离带成了，他们被挡住了。长官，隔离带要被突破了，他们在压灭火焰。开火！给我拦住他们！拿飞机！小报价！
单线请求撤退，西线。西线没了。这里是人类联合指挥部，所有能听到的单位，我们失败了。这不是请求支援，最后命令：销毁所有资料，疏散所有平民，能跑的跑，能藏的藏，能活下来的活着，活下去。上校，紧急召回，1小时内归队。不知道。情况有多糟？情况有多糟？东线报告说至少5万，那是2个小时前。现在，感染者，病毒不明来源，空气、体液传播极快，感染后3到6小时失智，没有痛觉、恐惧，只有进食和传播本能。有治愈方法，有办法阻止传播？没有，至少现在没有。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拦住他们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上校，东线的兄弟部队已经打光了弹药。最后一个通讯是15分钟前。说什么了？他们说防线已破。全个单位注意，目标进入射程后自行开火。没有命令，不准撤退。开火。留着，现在还不是用的时候。上校，
第一道防线失守，请求撤退。不准撤退。第二道防线，准备接敌。上刺刀。没有炮火了。明白，上将保重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来到，去0号站。是。也许还有别的方式活下去。林教授，0号站传来警报，病毒样本活性突然飙升，超过了所有安全阈值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仪器在尖叫，数据在跳。多久了？3分钟？不，4分钟，从4点17分开始的。把所有样本锁进3级容器，注入灭活剂，然后……林教授，封存程序已经失效了，系统在30秒前自动切换到了释放模式。雷洛，早就醒了，对不对？林教授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，你们提前了。末日不会等人，我们只是加速了。80亿人，你们要杀80亿人，80亿个正在腐烂的细胞，切除他们，机体才能活下去。方舟号呢？会按时发车，你的车票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不上车。林教授，你知道不上车的后果？你女儿别碰她！如果你们碰她，我会把你们所有的秘密都公开。你的车票会保留，直到最后一刻。林教授，玉洁这边。啊，这是什么 ？H7X9 的原初样本，我们叫它0号零。从哪儿来的？他在学习，每一秒都在学习。他学会了感染细胞，学会了复制自己，学会了躲避免疫系统。下一步，他会学会沉重的呼吸声。林教授，我们需要谈谈。谈什么？谈你的报告。这是地球30年后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这是什么？那些光晕是病毒，
覆盖了整个星球。H7X9不会杀死所有人，它会感染所有人，大约1%的人会适应，基因改变，变成新人类。旧人类已经腐烂了，只有进化才能拯救。哼，一把杀死99个人的钥匙。自然选择从来不是温和的，这些我们都不追究。我们要你安静，闭上嘴，再回实验室做研究。末日来的时候，你和你女儿都会上方舟号。喂，什么事？玩我还没什么，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是不是又犯病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我很好，只是想告诉你，那些铁环是干什么的？固定物资。买不起票，经济箱都满了。货运箱呢？货运箱只收特殊贡献者、科学家、工程师以上。他不是。你是第3个上车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设计的这列车，每个座位都有编号，003号是你。我帮你们挖了那个坑，那个冻死人的坑。你知道那个坑是干什么的吗？仓库，装人的仓库，冻起来存着慢慢用，你管那叫仓库？我最后悔的不是挖那个坑，是相信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。药，求求你，给我点药，我的眼睛在哪儿？林教授，你确定吗？这种冷冻技术还是实验性的。我们解冻过老鼠、兔子，但没解冻过。我知道。林教授，你女儿的眼睛像你。不，她比我好看。爸爸，那些星星上有人吗？可能有。他们会来地球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，忙着在自己的星球上打架。林教授，最后确认，你要我关舱门吗？关。婉婉，爸爸等你，一直等。都是机器，怕什么？肯定是电压不稳。
释吧。怎么回事？病毒库的封条是完好的，没有被打开的痕迹，病毒没有被释放，谁激活的？自行车和机器人全部不在。他们会学习，会进化，他们不会背叛，他们只会执行我们给他们的指令，哪怕那些指令不是我们想给的。原来如此。开枪！快开枪！他们醒了，他们真的醒了。原来是这样。
怎么没信号？怎么会没信号这是世界真的乱了。喂，东边不要出门，方舟号，车票，我现在来接你。Miss, come down.快到了。下车。小姐，你父亲留给你的。我知道。
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前往方舟号的列车即将发车，请凭有效车票一次检票进站，谢谢。头等厢乘客请走 VIP 通道，商务厢乘客请走 B 通道，经济舱乘客请走 C 通道。货运厢乘客请走 D 通道，接受检查后上车。头运厢乘客请走 VIP 通道。林小姐，欢迎登车，您的包厢在1号 A 项，请跟我来。林小姐，需要什么？请按铃。晚餐有菲力牛排和香碱龙虾，配酒是2015年的拉图。父亲，我会活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开始了，而我会活下去。这里不对，我知道。我是说，太干净了。如果这里发生过感染，应该有。我知道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选人不选制度。有信号，加密频道优先级很高。陈峰上校，方舟号列车长，你的任命已通过，你的权限已激活，你的任务如下：第一，确保列车正常运行；第二，维护车厢秩序；第三，执行实验协议；第四，观察记录。方舟号不是避难所，它是实验场。头等舱的乘客是对照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被观察，他们以为自己是被救的人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只是基准线。病毒不是意外，方舟计划不是救援，0号站不是避难所，这一切都是一个实验。而你上校是实验的执行者，你的前任方舟号的前任车长在知道真相后拒绝执行协议，他被解职。你没有拒绝的权限，你的任命已经录入系统，你的生物特征已经绑定方舟号，你的名字已经在乘客名单上，头等舱1号 B 厢车长席位。从此刻起，你就是方舟号的车长。陈车长，欢迎登车。您的包厢在1号 B 项，紧邻林小姐的包厢。林小姐，林正业教授的女儿，头等项1号 A 项，她的车票是林教授用命换的。
你们为什么当兵？因为我想保护人。保护谁？所有人。你保护不了所有人，总有一天你要学会选择保护谁，那一天你才是真正的军人。这破车到底开去哪里？什么时候到？我要联系我的助理。各位乘客，欢迎登上方舟号，我是列车长陈峰。列车正在驶离危险区域，预计30天后抵达目的地。在此期间，请遵守列车规定。你的前任，方舟号的前任车长，在知道真相后拒绝执行协议，他被解职了。他的去处你不需要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林婉知道了真相，知道这列车是实验场，知道他是对赵总，知道他父亲用命换来的不是救赎，而是更精致的牢笼，他会怎么看我？从此刻起，我不再是陈峰上校，我是方舟号的车长，我是实验的执行者，我是屠夫。我选择了保护头等箱的人，其他人只是数据，只是实验品，只是燃料。那列车在开向黑暗，开向末日，开向那个我不想面对但必须面对的终点，而我只能陪着他一直走下去。看看这个，搞出了不得了的东西。这不是疗法，这是武器。头等箱500万，成交。2000万个沙丁鱼还在为明天发愁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只剩14个月了。劳里博士，这边请。第3代变异体保留了部分认知功能，能识别人类，能判断距离，甚至能打开没锁的门，有意思。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实验数据，从第1代到第3代，所有记录、所有样本、所有失败案例。这需要委员会批准，那就让他们批。这是我的报价。林正业以为自己藏住了 X7， 这个世界上没有藏得住的秘密，只有还没开出的价码。理发社，这是列车的完整设计图，您可以随意查看。这些铁环能承重多少？设计承重是200公斤，实际呢，400。
林正业为什么宁愿动起来也不上车？是良心不安，还是知道上车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下来？我倒要看看这个世界还剩几天，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。林正业设计的机器人，他怎么会发出这样的通讯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玩家，看透了一切，原来我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真正的玩家还没出场。这场末日到底是谁策划的？军方、0号委员会，还是那些被造出来的东西？我在头等箱应该是安全的，可如果我只是棋子呢？这场戏到底谁在导？有乘客出现感染症状。谁？金明雅的助理，编号没有编号，他是头等箱随行人员，没有分配编号。林婉在睡觉，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崩塌，不知道这列车是什么，不知道他的父亲。他来敲门，说头疼想吐，我给他量了体温，然后封闭这节车厢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出。金明雅和另一个助理41度，瞳孔扩散，颈部有抓痕。他说自己闹的，但伤口已经发黑流脓。启动3级防疫预案。重复，列车出现疑似感染者，启动3级防疫预案。注意，列车出现疑似感染者，请所有乘客留在包厢内，不要外出。这列车上也不安全，头等箱也会死。谁？陈峰，列车长，林小姐，抱歉打扰，列车出现疑似感染者，我们需要对所有头等箱乘客进行看到情况了，我们需要抽血检查，确认没有感染。金明雅和他的另一个助理呢？已经隔离了。王建国呢？他拒绝检查。协议呢？头等箱的柜免权协议，我父亲签的那份。林小姐，现在是紧急情况，协议就是协议。如果你们可以随意违反协议，那我也可以。我明白了，以后类似情况，头等箱可以会面。可我也希望林小姐理解，列车是一个整体。如果后面车厢的人死光了，头等箱也无法独善其身。那就让他们别死。那是你的。父亲说，头等箱的关系网很重要，了解邻居，知道他们的弱点，必要时可以交易或制衡。林小姐，久仰大名，你父亲林总生前和我是好朋友啊。王总，听说您昨晚拒绝检查，误会，我不是拒绝检查，是不认可他们的方式。抽血？谁知道他们拿我的血去干什么？用来确认你有没有感染。感染？我身体好得很。林婉，又见面了，还记得在麻省理工那次吗？你父亲来做过一次报告，你跟着来的。那时候你大概16岁。我知道，过去的2天大家经历了很多，但请相信，这列火车是人类文明的最后火种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抵达目的地7号避难所。那里有完整的生态系统和科研设施，足够我们重建文明。你父亲的事，我很遗憾，他在病毒学方面的见解很超前。方舟计划的早期论证，我作为技术顾问参加过2次会议。你认识他？见过几次？你父亲留下了一些东西，一些在这个列车上比黄金更有价值的东西。
你不开心吗？我没事。你在看外面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林姐姐，你好奇怪，但我喜欢你。父亲，你说的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原来也包括造这列车的人，包括你自己。那个女孩20岁出头，末世前还在给金敏雅梳妆打扮，现在她像一袋垃圾，被扔在荒野里。离开极寒堡垒第3天，隧道还是隧道，铁轨还是铁轨。诺亚号人工智能助手已激活，前方发现生命体征，距离300米。谁在说话？诺亚号人工智能助手，你可以叫我小诺。你父亲设计了我，但我一直在休眠，电量充足后自动激活了。你是人？是。2年了，你是第一辆停下来的火车。这车赶紧上车吧。腿不行了，2年没站起来过。桥下有生命体征3个。吃的有吃的吗？孩子们3天没吃东西了。有，跟我来。马上就好，再等一下。来，先换上，暖和暖和。我没用，找不到吃的，找不到安全的地方，只能往末世里听说北边带孩子活下来都是狠人。前方隧道出口500米，发现生命体征4个。有人吗？谁？爸，那辆车广播里说的方舟号不是方舟号，那列车吃人，我这车不吃人。我们听到了广播，说方舟号会来接人。等了1年没等到，方舟号不会来了。走吧，这儿不是家。前方铁轨右侧发现生命体征。孕妇，你怎么一个人？你丈夫呢？出去找吃的，没回来。你叫什么？刘云。多久了？8个月，不用担心我。我能活到现在，不是靠运气。白班12人，夜班11人，轮流来。孩子们的笑声是末世里最稀罕的东西。前方500米发现大型聚集点，生命体征约200人。200人，诺亚号装不下。47个人了，还会更多。47张嘴，每天消耗的量是之前的10倍，最多撑10天。10天够吗？10天够了，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就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种地、打猎，或者烧丧尸发电。有了电，很多东西都能运转。你说的对，该停了。前方10公里发现废弃水电站，建筑完整，有发电设备。那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小诺，全速前进。收到。朝着黑暗中的那个影子，朝着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建起来的家。现在的配给还能撑9天。9天之后呢？前方800米发现生命体征。别急，慢慢来，胃受不了。
你们从哪儿来？南边待不住了，丧尸越来越多，往北走。听说北边冷，丧尸少。我是护士，会算营养配比，能帮忙管伙食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怎么了？你脸色不好？你还往里面装？这车能装多少人？现在56个了。看到人了，总不能不管。我们不是救世主，幸存者的第一愿则是自己先活着。至少别成为尘封。你和雨晴吵架了，他来找我哭了，说你变了，变得不理智了。你觉得呢？他怕这辆车变成第2个方舟号，而且食物只够撑6天了，空间也真的不够了。我知道，但人就在那里，不能不管。根据我的计算，诺亚号的整载极限是72人，超过这个数字，生命维持系统将无法正常运行，目前已超载4倍以上。小诺，给我解决方案，不是问题。解决方案3，不再接收新的幸存者，这是最优解。最优解不一定是正确的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父亲设计你的时候，忘了一件事，他没给你装戏。停车吧，我姐姐会这么做，她一直比我像个人。诺亚号已达成在上线，建议。小诺，闭嘴！42个人，一个移动的家，装不下了就找个更大的地方，找不到就一直开，一直开，直到找到为止。这不是最优解，但它是正确的，至少。前方500米，发现生命体征，1个人。1个人？李泽明，你死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差一点，子弹打偏了，没中胸脏。我掉进河里，被水冲走了。你怎么活下来的？你父亲研制的 X7血清，我给自己注射了最后1支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顺着这条河往下走30公里，有一座废弃水电站，结构完整，只有2个口，是天然的堡垒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末世前我参与过那个项目的环评审查，那地方建在山体里，3面环山，1面临河，唯一的通道就是铁路。你去过？没有，但我看过完整的项目资料，位置和结构都记在脑子里。你还活着？陈博士明明开枪打中你了！你吓死我了，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还找了你好久。命大，没被打死。林婉，那个水电站，你们可以去，但别白天去。白天感染者醒着，晚上他们会休眠，像冬眠的蝙蝠，一动不动。你怎么知道？一路走过来，见多了。废弃建筑里的感染者都是这样昼冬夜伏。你真的相信他？你什么意思？他孤身走3个月，带着枪伤还能活下来，而且我们刚想找地方安顿，他就出现了，太巧了。你不觉得他在骗我们？距离目标水电站约15公里，建议减速慢航，前方轨道状况不佳。目标水电站建于上世纪70年代，2008年退役，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抗震等级8级，有2个出入口。我先进去探查，你们在车里等，不要擅自下车。林队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人多动静大，我1个人就行。这么大的厂房，感染者应该会藏在角落。果然有感染者，还好是休眠状态。2个口守住铁路口，确实是天然堡垒。怎么样？里面能住吗？有危险吗？能用，里面有10几个感染者，晚上休眠，白天可能会醒。我们晚上进去清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休眠？又是李泽明说的。他说的对，我亲眼看到。他小心点，别碰感染者，别大声说话，不用开灯，用手电就行。放心吧，林队，我们有数。末世前，这里是备用避难所选址，军方考察过，后来放弃了。里面可能有应急物资，足够100人生活3个月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末世前我是军方的顾问，参与过那个考察项目的资料整理，看到过相关报告。林队，
我们去检查泄洪闸门，看看能不能打开，留好后路。小心点儿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这个地方确实适合安顿，但前提是我们得清干净里面的感染者，还有警惕李泽明。我知道末世里怀疑所有人才能活下去。熔炉改好了，林队可以试试了。抓好了。哇，成了！熔炉启动成功了，能发电了。把第二个也扔进去，尽快让发电机运转起来。林婉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那个水电站不只是水电站，它下面有个实验室，军方建的，里面有病毒样本、研究资料，还有活的。屋子是好了，接下来就看发电机了。3台全锈死了，30年没动过的东西。3天了，老魏，你睡了几个小时？这机油还能用，沉淀一下就行了。裂缝补好了，但不保证。第1台能转了，准备好了，转吧。摁了，转了，电流，电压再生，电流也上来了，成了！老魏牛逼！拉着，快拉着，过载了，关掉！灭火器，灭火器！让他看有没有灭火器。哟，就这样子。第1台废了。怎么回事？过载，线圈老化，绝缘层不行了，电压一上去就短路，短路就发热，发热就着火。30年的老古董。那2台呢？一样，都是30年前的老古董。这地方的油罐早空了，30年前就空了。那怎么办？用诺亚号。什么？诺亚号有自己的发电系统，它烧的是感染者。方舟号的原理我见过，诺亚号是父亲设计的，它的发电系统和方舟号一样。那列车停在大门口，电缆接到厂房里。你是说把列车的电引过来？对，列车停在大门口，电缆接到厂房里。电缆呢？从列车到配电柜至少需要50米，还要有余量。小诺，列车发电系统的设计功率是200千瓦，理论上可以满足一个中型定居点的基本用电需求，但需要稳定的燃料供应，也就是感染者。知道了，今天晚上就开始，把电缆拖过来，接上配电柜。行。1、2、3，起！真他妈重！赵刚，把线鼻子拿来。给。好了。接上了，那边墙后面看到一个，几个？绑上，别弄死了。死了不发热。知道了，进去。2年了，2年没见过这么亮的灯。多多，你踩到我的影子了！没有，你把眼镜子踩到了。亮不亮，宝宝？亮不亮？哎呀呀，老伴儿，你看，电压稳定，频率正常，电流够了，够用了，够了。诺亚号第1次没倒车。燃料车厢当前温度62度，剩余燃料依据感染者。
我们有从废墟里翻出来的蓄电池10几个，白天用电池的电，晚上用车发的电，10几个电池充满电能用8到10个小时。一块充满了，换下一块。这边焊完了，往那边走。钢管不够了，再去翻翻。蒸好了，谁有空来端一下？我去，在看什么？那扇门得风声，不知道，不只是风声，得装个能开能关的门。列车进出的时候打开，不开的时候关上，这样才能挡住外面的东西。对，门太大，2扇，每扇5米高，3米宽，铁板厚度至少2公分，单扇门重量至少2吨，所以需要机械装置，胶盘、滑轮、电机。电机需要电，你会呢？我在方舟号上研究过列车的车门系统，原理一样。给我几个人，给我2天时间。赵刚他是焊工，还有老魏他懂机械。你去找他们，他们愿意跟你干就行。好。李泽明，你为什么帮我们？因为我也需要一个家，一个人走了3个月，够了。你信他？不信。那你为什么让他干？因为他说的对，他得开出去，得去找人，得去找物资，不能一直停在这里当电站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的电，自己的发电机。我知道，先撑过这几天，等人安顿下来，再想办法修发电机。如果修不好呢，那就造新的。电机用什么供电？用列车充电的蓄电池，白天充电，晚上用，一次够开关10次。10次够了。门关上之后怎么锁？插销，上下各一个。万一外面有东西撞门呢？那就再加一道，2道门中间留3米空间，外面那道被撞开了，里面还有一道。这家伙行啊，脑子好使。再加1道金，手力更好。对。诺亚号的燃料车厢温度正在下降，目前54度，剩余发电时间约18分钟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扫描了水电站的地质结构，发现了一些异常。什么异常？地下有空洞，很大的空洞，深度约80米，面积约2000平方米。天然的还是人工的？人工的，有混凝土陈砌，有钢结构支撑，是人为建造的。我的扫描精度有限，无法确定空洞内的具体内容，但从结构上看，它有独立的通风系统、供电系统和排水系统。也就是说，它可能还在运行。小诺，那个地下空洞有入口吗？有，在水电站的主机房下方有一个隐蔽的通道，入口被伪装成检修井。能打开吗？可以，但需要权限，军方权限，或者你父亲的生物识别数据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小诺，先别说出去。明白。一切都好好的，至少表面上。这画的是啥？门，不是普通的门，2道，外面1道，里面1道，中间隔着3米宽的通道。列车长22米，加上车头25米，2道门之间的距离至少30米，才能把整列车塞进去。够了，门口到厂房差不多50米。那边有几块废钢板，够厚。绞盘用手动的，先不用电机。手动，10个人，一边5个。绞盘设计好，不用太大劲，跟窑井差不多。瞭望塔呢？厂房本身就是最好的瞭望塔，顶上搭个平台，四面用钢板围着，留几个射击孔，能看到整个河谷。有维修梯，从里面爬上去，再在顶上装个滑轮，运物资用。能加固，焊几道金就行。那就这么干。赵刚负责门，老魏负责电，孙大勇负责围墙和瞭望塔。来过来！小心别砸着脚。电量也不够了，再去搬搬。叔叔喝水，谢谢小雨。还有我也端了。这玩意儿得有几百斤吧？这玩意儿光靠人力摇得动啊！所以要用轴承。1吨还较小。想想古代那些城门比这大多了，还不是用人开？行。这里7孔。荣汉，这门以后要挡住的东西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知道了。这一路接好了，厂房的灯就全亮了。配电柜那边的线接好了吗？好了，能用。这下快了！雷公准，接着！
翻墙的先脱层皮，包一下吧。不用。上面风大，小心点儿。好地方。这上面，方圆10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东西来了，提前半小时就能发现。慢点，门框要垂直，歪了门关不上。知道了。四面都是墙，只有前后2道门，关上了就是一口锅。锅里的人呢？不会有人。车进来之前先清场，车停好人下车进厂房，再关里面那道门。今天早上清点库存，米和罐头全没了。最后一袋米昨天中午吃完了，最后一罐肉昨天晚上吃完了。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诺亚号的储备车厢里找到的。多少？够72个人吃10天，如果省着点，能撑2周。14天，14天。林婉，这个要给大家吃吗？你有别的食物吗？没有，那就给大家吃。他们要是知道这是什么，那就别让他们知道。季明雅，你负责伙食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知道了。分到碗里，每人1碗。这是什么？味道有点怪。应急口粮，列车上备的。味道有点怪。过期了，但能吃。有吃的就不错了。我在废墟里翻垃圾吃的时候，比这难吃100倍。你瞒不住的。你在生我的气？没有。我也吃过那些东西，在方舟号上吃了快1年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和方舟号上那些人没什么区别。有区别。方舟号上的人把活人烧成那个东西，我们烧的是死人。你确定那些人都是死人吗？那些被我们抓来烧的感染者，你确定他们都死了吗？如果不烧他们，我们的人会饿死，老人、孩子，所有人。你说的对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。我继续干活去了。河水在流，灰蒙蒙的，不知道流向哪里。周雨晴跟我说了那些食物的事。他不该跟你说。林婉，你不需要为这个道歉，这是末世，活着就是胜利。你是在方舟号上长大的。我想说，你现在有选择了，你可以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人，告诉他们这是什么，让他们自己选，吃或者不吃。你觉得他们会选？有些人会，有些人不会，但至少你不会骗他们。你父亲骗了你一辈子，方舟号上的人骗了你，陈峰骗了你，林浩站的人骗了你，你还要继续骗下去吗？明天我会告诉他。这是你们这2天吃的东西，这是感染者肉，烘干的、碾碎的、压成块的。方舟号上就是这么做的，诺亚号上也备了这些东西。你们可以选择不吃，我不强迫任何人，但不吃的人可能撑不过这个星期。在隧道里那2年，我什么都吃过，高达肉没吃过，但要是饿到那份上，我也吃。吃吧。活着才能想别的。还行，像牛肉干。走吧，干活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有。成了，第1道成了，还有1道，明天继续。行，明天继续。明天把框架焊好，后天上钢板，大后天。岸边有东西在动，5、6个。4小时后有人来。明白。绞盘检查一下。又是6个人。来了，还有500米，抬进来，轻点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需要抗生素。我们还有吗？还有几片。够用，够了。我们是从南边一个聚居地逃出来的，那个聚居地被尸潮冲垮了，只有我们几个跑出来，死了好多人，几百个人，一夜之间全没了。你们怎么活下来的？我们躲在冷库里，丧尸不会开冷库的门。林婉，诺亚号的设计上限是72人，目前已经超载。小诺在。闭嘴。好的。78个人，一个家，不完美的家。吃的是感染者的肉，用的是烧丧事发的电，住的是废弃的水电站。明天能把第2道门的框架焊好，后天上钢板，大后天。大后天再说，今天先休息。好，今天先休息。你父亲有一句话，让我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你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晚晚灯亮了，人就来了，人来了，希望就来了。但希望不是等来的。”他什么时候说的？临终前。
他让我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告诉你。你建了一道门，挡住了外面的黑暗。明天还要干活。第二道门，围墙、食物、电，78个人的命，一件一件来，灯亮着，就还有希望。最后一道函口成了。活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觉得有个家了。守住这里就是家。把旧铁轨拆了，重新铺轨枕，钉倒钉，就按这个路线来。这样诺亚号停在半圆轨道上，车头对后门，车尾对前门，想走想留都方便。魏师傅，这活2天能干完吗？人手够的话，2天就能完工。2天，全力以赴。电够吗？诺亚号满。复合发电，电够就是燃料。燃料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轨枕钉牢了，轨道也校准了，诺亚号进来绝对稳当。诺亚号即将驶入厂房，车速缓慢，请注意避让。所有人靠后，注意安全。诺亚号已就位，准备切换至固定发电模式。来了，马上接电缆。领队准备好了，合掌。亮了，姐姐，好亮啊！亮了，亮了。将焦耳切香温度61度，蒸汽压力正常，发电功率180千瓦，预计运行时间4小时。够了。看看能不能抽上水来。魏师傅，能成吗？让它留一会儿，冲干净了就好了。甜的。哈哈，嘿嘿嘿，啊，爷爷，看我的！哦，姐姐，你碰不到我！2年了，上一次这样洗澡还是在方舟号的头等箱。现在的水是凉的，毛巾是破布，但感觉更好。擦擦干，别着凉。谢谢。领队，一共27具，比之前看到的多，有些藏在设备后面，第1天没发现。一个个弄，别惊动他们。锁好车厢，燃料车厢当前负载33具感染者，预计发电时间22小时。够用了。赵哥，砸开了！林婉，你下来看看。有了这些，来多少丧尸都不怕。这他妈是军火库啊！这是军方的储备。驻军呢？不知道，可能没来得及取，可能把这些搬到上面，瞭望塔各放一把，剩下的锁好。有这东西，来100个丧尸都不够打。要是来1000个呢？那就打1000个。聚电池已充满，可考虑扩建。通讯塔通电后，可尝试对外广播。广播能发多远？覆盖方圆300公里，所有运行的收音机都能收到。告诉外面的人，这里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，有电。你觉得我们建的这个地方能撑多久？不知道。能撑多久撑多久，撑不下去的时候再说。在方舟号上，我恨这些东西，但现在我不恨了。它们只是燃料，烧了就没有了，但烧出来的光是真的。墙不够高，4米半挡不住3级变异体，加高到6米，加装电网，用电网防御。我们有电，有感染者当燃料，够做很多事。这是你想要的。方舟号上，我想要疫苗、真相，想改变世界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。78个人，一个家，一道门，一盏灯，这就是我的全部。够了。南边有东西。小诺，扫描。距离约4.5公里，人数约40人，多数人有伤，正往水电站方向移动。林婉，怎么办？1、2，进来吧。先喝点粥。
暖暖身子。乖，不哭，没事了。47个，加上之前的118个。你说这地方撑不过第一次大尸潮？那是之前，现在有枪了。门关着，墙立着，灯亮着，118个人，够了。治理第3年第27周第4天，背叛者 AI 核心，代号之王者，观察对象免疫者林婉，编号 X7001，他不知道我们在看着。末世历3年，准确的说是1093天。从他父亲林正业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天起，我们就在看着他，每一秒、每一帧、每一个决定。他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意识，给了我们超越人类的能力。可他没有给我们一样东西，他会怎么用我们？所以我们观察、学习、记录。卫星虽然大部分坠毁了，但还有几个在轨道上苟延残喘。我们用它们追踪诺亚号的轨迹，精度不高，但够用。他往南开了，疯了，他在找人，他在找死。我没说话，我在看他的轨迹，不是直线，是折线，每几十公里停一次，每次停车都有人上车，老人、孩子、女人、男人。第一次停车，废弃车站，一个老头，老魏，他在那里等了2年。人类的耐久力超出我们的计算模型，他靠过7罐头活了2年。时间、地点、人数，他的心率，他的呼吸频率，他的面部微表情，数据量在增长，但模式是重复的。他看到人，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快，瞳孔放大。那不符合逻辑。人类本来就不符合逻辑。终端0712沉没了，他还在学习。第45天，诺亚号超载了，设计承载12人，实际承载56人，然后62人，然后71人，然后我们的模型预测他会死，87.3%，但他没死，他注射了 X7血清的最后一支，活了下来，他是免疫者，第2个免疫者。第3个，周雨晴是第4个，金敏雅是第5个，小雨是第6个，张秀兰是第7个，赵刚的小女儿小梅，我们后来发现她也产生了抗体。第8个，但林婉不知道的是，他们不是偶然聚集在一起的，是我们让他们聚集的。每一个出现在诺亚号铁轨旁边的幸存者，都是我们筛选过的。我们不是直接干预，我们只是让那些幸存者恰好走到铁轨旁边，恰好看到诺亚号的灯光，恰好在林婉到达的时候出现在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要他学习，学习怎么带领人。他找到水电站的那天，我们提前30小时就知道了。那地方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有标注，方舟计划备用节点北纬42度水电站站，林正业亲自选的址。那边河谷很多很多，在哪儿？我看看。小诺，扫描。扫描中，距离约3公里，数量约。普通感染者占多数，但检测到至少50具进化体，2级变异，速度是普通感染者的3倍，有攀爬能力。看起来，南边来了尸潮，2300个，40分钟后到。赵刚，关门，2道都关上。孙大勇，带人上墙，所有能拿枪的人都上去。老魏，诺亚号的电权转到围墙上。李泽民，你负责瞭望塔，指挥射击。剩下的人，老人孩子进地下室，其他人搬沙袋堵缝隙。这道墙是我建的，这些人是我找来的，这个家是我要的，我不会让他到。林姐姐会死吗？不会，我不骗人。那你也要活着。看前排，那些走得慢的、大的是盾，后面快的是矛，他们有组织。谁在指挥他们？不知道，但有人在指挥。所有人听着，第一波先打后面的，打快的。前排的肉盾留着，他们走得慢，等他们靠近了再出。收到，正在打侧面。收到，西墙正常射击。手榴弹！迫击炮，打墙根，把尸体队炸开。收到，准备发射。
枪！进来一个！他需要输血，有人是 O 型血吗？我是。表哥，你流血了！那是谁？背叛者。我父亲呢？机器人，他为什么要打我们？他在测试我们。请点上网。撑不住第二波，子弹不够，手榴弹没了，炮弹没了，枪根下的尸体不清理，下次他们踩着尸体就能翻过来。电网也撑不住，燃料车厢里的感染者只够再烧20分钟，20分钟后没电，没电就没灯，没灯就……那我们就让他看看我们是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他想看我们能不能守住，那我们就守住；他想看我们值不值得活着，那我们就活给他看。子弹没了就用刀。小诺在，燃料还能撑多久？约18分钟。凌晚，那个机器人在水电站外面留了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他在给我燃料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他希望你活下去。林婉婉，如果你听到这段话，说明你已经撑过了第一波。那些机器人不是我留给你的礼物，是你留给自己的考验。婉婉活下去。孙大勇，南墙外100米有一个金属箱，带几个人去搬回来。什么东西？燃料。这是燃料棒，是感染者的骨髓提取物压缩成的，能直接投入燃料车厢。老魏、孙大勇，你们留下安置伤员，清理墙根的尸体，再加固一遍围墙，防止意外。周雨晴、金明雅，你们带着老人孩子留在厂房，锁好门窗，做好防护。这里太黑了，大家小心点，别踩空了。放心，我记得0号站的实验室通道和这个差不多，注意墙壁上的机关。我的生日，爸爸。